男人给养了100多年的小毛驴灌下烈酒，然后自己摆上一个合适的姿势，再来上一记千年杀，就只是为了让驴子发狂将他踢死。可没想到，在他眼中不过是普通无比的酒，却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蕴含道运的神力。随意一杯，竟然让小毛驴提前化成了人形。小毛驴一脸幸福的向前奔跑的，就是突然就被主人戳了，有点害羞。为了避免雷杰惊扰主人，还是离他远一点吧。脑袋挨了一记驴踢的我意识也模糊起来。这下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我本是一名高3的武术特长生，就在高考前夕被撞的左脚骨折，本以为自己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，一只猫头鹰却突然找上了我，还让我觉醒了传说中的学霸系统，进入系统空间内学习一语。现实世界中也只会过去1分钟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签约了500，反正也不过是500分钟，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。可是很快我就后悔了，100年的时间足够我点满了各种技能树。这个空间里面常年被红雾笼罩，陪伴我的也只有一头小毛驴和一窝小鸡。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上400年，非得憋疯了不可。系统告诉我提前离开的方法只能被杀死，所以我才将主意打到了小毛驴的身上。此时红雾镜的外围有3道人影接近，为首的老者忧心忡忡地抬起头，这往生红雾已经是越发的稀薄了呀。一袭黑衣的弟子好奇地转过身，如果这里的红雾消散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李疯子闻言心中一惊，传说此处乃是上古魔神弥天的坟墓，他在此前用往生红雾将这里变为了禁地。曾经有个宗门名为先天宗，世代以镇守这座邪坟为己任。后来先天宗建立了先天皇朝，这里也就成为了皇朝禁地。只可惜皇朝已经覆灭了900多年，此后再也没人来镇守这座坟墓。不过先天皇朝内部流传过一则谶语，李疯子说着捏了个剑诀，腰间的长剑猛然出鞘，随后在地上开始刻画起来：弥天红雾，雾弥天，黄风禁地，地封黄，上古魔神谋千古，往生散尽是新生。姚不悔看着地上的谶语，面色大变，这分明说的是红雾散尽之时，上古魔神将会重生。疯子收回长剑后点了点头，这天下怕是又要大乱。小弟子露西儿一脸八卦地凑上前来，师傅连皇族内部的谶语都知道，莫非您真的见过那位末代女皇？一声叹息响起，末代女皇嘛，那当然是见过的。小毛驴此时已经接近了禁地边缘，再大的雷劫在这里也打扰不到主人。他回忆着主人经常唱的几首蕴含道韵的小曲，希望这些曲子能缓解下雷劫的痛。李疯子3人正在禁地外围生着火，忽然一股蕴含着道韵的声音飘了过来，其他2人只觉得这声音颇为动听。露西尔本就通晓音律，这下子直接就该在了当场。如此蕴含了道韵的天外仙乐，让他感觉身体被无穷的灵气灌满，整个人瞬间就到了突破的边缘。见到露西尔只是听了首小曲就突破了，李疯子等人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。不过这机缘来的也太诡异了吧！小毛驴初次化为人形也是唱嗨了，不知不觉间就是一夜过去。等回过神来，雷劫竟然并未落下，反而围绕禁地的红雾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露西儿听着仙乐一夜无眠，红雾散去，就看见山崖对岸有个红衣女子，她开心的抬起手挥了挥：姐姐，昨晚是你在唱歌吗？渡完劫的吕当奇抬眼向山崖对岸望去，原来是一个人类修行者在和他打招呼。他心中猛然一惊，随后赶紧朝着红雾禁地内部跑去，千万不能被这群人杀掉，自己还得留着有用之躯服侍主人呢。等到李疯子师徒醒来时，只看见围绕禁地1000年的红雾居然散了。露西儿为了追赶一个奇怪的女人，竟然遇见进入禁地内部，两人见状赶紧追了上去。我晕乎乎的被一阵驴叫声吵醒，他喵的，这样都还没死成。不过红雾散去后才知道这个空间居然这么大。我看着天空上3道御剑而来的人影，莫非这里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吗？一路将人类修士引到我的院子里，老疯子见到我的刹那，心中也翻起了滔天巨浪，想着此人若是上古魔神重生，应该尽早杀之。可即便对方已经极力隐藏实力，自己还是能感觉到他体内蕴含着强大的灵力，恐怕这魔神的修为早已身处整个大陆顶尖了。为了2个赌，自己现在也不能冲动。见这群人类修士半天都不敢放一个屁，小毛驴从主人身后探出了头，甩着大舌头开始嘲讽，毫不悔气地拔出了手中的宝剑，却被李疯子开口喝止。我心中早已经乐开了花，上来就拔剑，看来自己想死这事有门了。李疯子上前一副笑盈盈的见礼，不知这位道友如何称呼，而我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才能让他们杀了我，不如先让他们进屋坐坐再找机会。李疯子也想着探探我这魔神的虚实，立刻笑呵呵地答应下来。等到众人在屋内坐定，我打了个招呼便去准备饭菜，殊不知屋内的人早已震惊得快坐不住，此地竟然有着如此浓郁的灵气，即使是洞天福地也很难与之媲美，在这里修炼怕是很容易就突破。李疯子一脸谨慎地打量着屋外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何况还养了一只驴妖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。吕当奇却化成人身走了进来，凭你们这些肉眼凡胎也想看破主人的神仙道法？姚不悔早就看驴妖不顺眼，当下就拔剑刺了过去，可却被吕当奇随意间就用2指夹住。区区2叶剑客也敢对我拔剑？说着已经将剑尖捏弯，你姑奶奶我早上逃跑，只是妖族对于人类惧怕的本能，真当我打不过你们2个小丫头吗？露西儿赶紧打着圆场，我早上追你只是想问那首曲子的名字儿，可没要杀你。李疯子满脸骇然之色，没想到连这头驴妖也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境界，那个少年的修为简直是深不可测。姚不悔手中的剑突然脱手，吕当奇一脸玩味拿着手中的剑，指尖轻弹，便将姚不悔的宝剑入鞘。看着这一幕，姚不悔震惊不已，好强的一只大妖啊！待会吃完饭全部给老娘滚得远远，不要再来打扰我和主人的幸福生活。说完又变换为小毛驴转身离去，只是离去前放的屁有点非同凡响。不多时，我已经备好了一桌饭菜，只要喝下了我这特制的闷倒驴，等会发起酒疯来，就是亲爹来也得挨2个大鼻窦。误杀我岂不是轻轻松松的事？龙
浓郁的酒香让师徒三人精神一振，这一桌酒菜中居然蕴含着天地大道，莫非突破的机缘这就又来了。我特意介绍起了菜点，麻婆豆腐浇在米饭上吃最下饭。本以为这些修士会嫌弃我准备的饭菜寒酸，没想到这个世界的人居然连豆腐都没见过。我只能解释，这个就像是炼丹一样得到的食物。露西儿听了，瞬间明悟了，所以这是一种丹药了。一口下去，瞬间停不下来，哐哐开始炫饭模式，把姚不悔看得都馋了。李疯子毕竟是师傅，吃起饭来细嚼慢咽的。我一看吃饭的没气氛怎么行？我提一杯，为了今天的相遇，干了，你们随意。我心里却琢磨着，只要把他们灌醉，就能杀了我，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餐。没想到喝完酒的露西儿境界直接突破到了2夜中期。李疯子喝了口酒后，更是连陈年内伤都有所好转，只有姚不悔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随后又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我赶紧上前将他扶住，姚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谁知下一刻异变突发，怀中的美人突然面目狰狞，腰间灵剑更是直接出鞘。突然间的变故让我心中乐开了花，今天不给我脑袋砍下来，我可看不起你们！眼看宝剑就要向我刺来，露西儿当即站起来就要阻止，却被李疯子拦了下来。不悔每次突破都会失控，战力也会短时间翻倍，而不悔失控灵剑就会附主，正好借此机会试探下魔子的深浅。听到屋里的动静，院内的吕当奇动了动耳，而后朝着屋内狂奔。无耻小人竟敢对主人不敬，看我铁蹄！金属般碰撞的声音在屋内回响，我连头发都没有少一根，反倒是姚不悔的灵剑断了3节。吕当奇不屑地打了个响鼻，随后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师徒2人。这可不是什么寻常的宝剑，居然就这么被踢断了。而我也是一脸失望地看着地上破碎的灵剑，被一头大蠢驴一蹄子就踢断的破剑，也配叫灵剑？本命飞剑被毁的姚不悔只觉得喉间一甜，一口鲜血就喷了我一脸，我吓得赶紧松手，自己都好吃好喝的招待他。看他们的样子，这是要碰瓷啊！我还指望他们杀我，没想到先死我前面。不过好歹我也靠着学霸系统学习了100年，不管是真病还是碰瓷，你们可骗不了我。想着我就拿出银针，通通闪开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我的手搭上姚不悔的脉搏后，脸色就沉了下来。李疯子当即一惊，我这徒弟还有救吗？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只能搏一搏了。说着吩咐露西儿为姚不悔脱去部分衣物，方便自己为他施针。后面的施针手法小编就不讲了，讲了咱们也不懂，能悟多少就是你们的造化。看到姚不悔终于悠悠醒来，露西儿开心的叫了起来。醒来后的姚不悔就想拔出自己身上的银针，李疯子赶紧将他按住。刚刚这魔子施展的应该就是鬼针之术，自己也只是年幼时在皇宫里见过一次，不过只要治好了自己的不二，即使是用邪术又何妨？听到是我救了他，姚不悔赶紧道谢，我只是胡乱答应了2声，可自己明明是为了求死，怎么还变成救人了呢？这次没死成，下次我又该怎么求死？真是伤脑筋。大病初愈的姚不悔捡起地上的宝剑，尽是心疼，我看着也是于心不忍，都怪那头犟驴，是我管教不力，不怪先生，小毛驴也是为了救主才会这样。说着，拿着断掉的灵剑对李疯子说：“此剑陪伴徒儿多年，徒儿希望能将它好好安葬。”他说着，突然转身朝我望来：“叶先生，不知能否借你的酒一用？”我尴尬的点了点头，只有酒的话还不够。我刚刚将文房4宝拿出，屏气凝神，露西儿就探头过来：“叶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我提起手中的笔，在我家乡有酒有诗才是送别朋友的最佳标配。随着我的笔锋在纸面游走，李疯子等人居然感受到了大道的气息。这一笔一画中的剑韵扑面而来，只不过其中的剑意太过可怕，寻常人若敢随意参悟，恐怕会落个生死道消的结果。我将手里的画卷递给姚不悔，这个就当做在下给剑兄赔礼了。姚不悔心中也满是欣慰，自己的宝剑能得到这首诗相伴也是无憾。做完这一切，外面天色已晚，李疯子恳请在府中留宿一宿，他还是想继续观察下我这个转世魔神，而我心中却是大喜不忘，正想找个借口将你们留下来。你们走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我找谁去杀我呀？夜间我独自走出屋子，没想到这小妞居然真的给自己的剑弄了个墓，只是灵剑都入土为安了，我还得为自己怎么死伤脑筋。但愿自己也能像你一样死得其所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一名武术生，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被撞得骨折，真因为骨折不得不放弃武术生考试，专攻文理双科，结果自己被这传销系统骗。虽然现在文理全能了，可还要被困在这里400年，一言难尽。我摆了个太极的起手式，好久没有练过功，耍个太极拳，回忆下从前。露西儿迷迷糊糊的走出房间，想嘘嘘，一阵劲风将她的尿意都快吹散了。她偷偷探出头朝院子里望去，只见一个无比帅气的人在院中打着不知名的拳法，双手交错间，仿佛天地法则都在此人手中变换。连忙回屋将此事告知师姐姚不悔。姚不悔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白天被施针的位置，到现在还能溢出道韵。这个聂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没想到自己10年没打过拳了，到现在还能这么得心应手。想想以前一套拳打下来，通透舒畅，没想到老天看不懂舒畅。忽然间，一道天雷从天而降，直接把附近的一棵树给劈成了碎片。这可把我吓得屁滚尿流，这要是劈到人身上，不得瞬间变成渣渣，生命不息，作死不止。瞬间我就来了灵感，这可是修仙世界的天雷，要弄死这么个普通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就在我为自己大聪明的想法洋洋得意时，屋里却传来了呵呵哈哈的声音。原来是露西儿在见到我打的无名拳，处处散发着武术道韵，在屋里为自己师姐姚不悔掩饰着，只是任她如何努力模仿都摸不到头绪。姚不悔宠溺地摸了摸露西
希儿的头。那个聂先生实力不简单，而且武术道运是有感悟者才能展现出来的。我们的修为还低，暂时还不行。而躺在屋外的吕当奇睁开眼睛，伸着懒腰化成人形。我家主人那么厉害，可不是你们这两个小丫头片子能偷学的。主人之前耍的那套拳好像叫太极拳，虽然看上去慢悠悠的，但是打出来还是挺舒服的。哎呀，被主人撩得来劲，得赶紧找个地方练拳去。随即又跑到红雾边缘，屏气凝神，虚无生自然，自然生大道，大道生一气，一气分阴阳。与此同时，雷云上方，天道化身正在蒙圈中，自己刚才被一道灵气给打，吓得他反手丢了一个雷下去。缓过来的天道化身向下方看去，正好看到吕当奇正在耍拳，随口一句我操，一头驴竟然化形了，还躲过了雷击，而且刚才好像就是他打了自己。这事儿身为天道化身的他可忍不了，必须劈他。现在就把雷劫给你补上！瞬间数道天雷天而降，而我站在山顶拿着铁锅引雷，但就是不劈我，气得我摔锅大骂：这天道是1000度近视眼了，我都拿铁锅引雷了，怎么不劈老子？作死计划，看来还得好好研究。修仙世界就得搞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比如说个誓言，做不到就天打雷劈的那种。发誓我要当渣男，不然天打五雷轰。想一想左拥右抱当渣男就开心，先试试管用不？反正也不亏。一道天雷直接劈在我脚下，我操，这事能成？既然能成，直接搞起。与此同时，吕当奇还沉浸在权益中，道天雷就是劈不中他，发誓要劈他的天道化生气的牙痒痒，直接放出大招，我就不信了，全方位 AoE 还劈不到。今天晚上我要吃驴肉补偿。大招直冲而下，我发誓这漫画回不起。固然天打五雷轰，轰完再轰，把我轰成渣渣。听到我发的誓，天雷竟然拐弯冲着我飞来。我看着飞来的天雷，终于露出解脱的微笑。这一下一定要劈中且劈死我。随着一声爆炸，山顶都被炸平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李疯子心有余悸地推开房门，因为昨晚想去夜尿，可天雷太凶猛，吓得龟缩在床上一宿没敢出去。此时姚不悔二人正好走来，昨晚弟子正在感悟，突然感觉天劫降临，不知是不是您老人家在渡劫？李疯子尴尬地否认，我倒是有那本事啊，估计是别的修行大能在旁渡劫。昨晚的天劫似乎非同一般，不知师傅是否知道其来历？原来那是数9雷劫，足以毁灭一方水土。只有传说中的逆天之子诞生，天道才会降下此雷劫。露西儿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昨晚的雷劫这么厉害的吗？李疯子沉着脸表示，这雷劫1000年内未曾降临，我也是在一些古籍中了解其来历。逆天之子也只有那个魔王了，就算把天下苍生团灭，也是分分钟的事。如果昨晚的雷劫是他引来的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可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师徒到现在还安然无恙？正说着，我衣衫褴褛的拿着铁锅走进来，李疯子一见我这模样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这一身焦糊味，雷劫果然是他引来的，而且还毫发无伤，太他娘的逆天了！姚不悔二人走上前来和我打招呼，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挠着头，姚姑娘伤势没大碍了吧？姚不悔轻笑，伤势已经基本痊愈了，还要谢谢聂先生出手相救。还没等我说话，露西儿就拉着我的衣袖，喊着哥哥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看到天上打雷了？那么大的天雷不停往我们这边劈，说着还用手比划着。看到了，不过昨晚的雷劫电压太低，劈了我一整晚，除了浑身酥麻，没什么感觉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直接给李疯子来了一记狠。卧槽，这时候不是应该隐藏身份吗？能不能别这么能装？你咋不说昨天的天雷是你小弟引来的呢？而真正引来天劫的小弟毛驴，却在院子打了个喷嚏。而李疯子更加忌惮我，发誓一定不能让我恢复实力，必须要将我扼杀在这个小别院中。因为昨天被雷轰了一晚上，此刻我困得不行，就回自己房间躺在床上。露西儿和姚不悔看着我非常担心，李疯子低着头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。我示意露西儿自己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，等睡醒了给他们做好吃的。一听做饭，李疯子当即笑呵呵地表示，他也略懂厨艺，今天的午饭就交给他了。姚不悔二人一听到自己师傅要下厨，当即大惊。露西儿更是跪地抱着姚不悔的腿大哭起来。上次师傅烤兔子，我只是吃了一口就3天下不了床，这次还不得3个月？哐当一声，露西儿的头上就多了一个新鲜热乎的大包。厨房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下毒也一样。说着就将各种毒药一股脑全部搞里头，嘴里还嘀咕着弥天那弥天，怪就怪你太自负，居然让我下厨，看我不毒死你！下一秒铁锅就发出耀眼金光，厨房里发出震天巨响。李疯子一脸懵圈地看着铁锅，为什么这铁锅会爆炸？随即栽倒在地晕了过去。李疯子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大铁锅端详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的铁锅，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呢？正思索着，铁锅突然又发出耀眼的金光，随即在空中形成了天道化身的虚影。李疯子吓坏了，终于是又当起了大聪明。看来昨晚弥天是故意引来数9雷劫，为的就是将雷劫的威能封进铁锅之中。现在这铁锅已经变成了一个威力恐怖的顶级法器。刚才之所以爆炸，正是自己无意触发了法器，使铁锅中的天道威能泄露。弥天不愧是弥天，故意将平平无奇的物品打造成顶级法器，就是为了让对手放松警惕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真是好手段。就在老疯子还在意淫时，突然出现的我把李疯子吓得原地蹦起来3尺高。我尴尬的表示因为爆炸声，自己过来看看厨房坏没坏。不过我看厨房没大问题，李老先生问题好像挺严重啊。李疯子挠着头表示只是皮外伤，有没有问题你丫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看你这模样都应该进 ICU 的。按照修仙套路，高手都会突然间真气爆发，发生爆炸啥的，难道李疯子就是这样吗？想明白原因，我当即表示李老先生要不要给你看一看，我可是老中医。谁知道李疯子坚定的拒绝了。
姚不悔和陆希儿见自己师傅的伤，正好我又是老中医，就一左一右的架住李疯子，任由李疯子如何挣扎。两个大长腿徒弟夹着就往厨房外走去。刚走出厨房的姚不悔突然脸色一变，大长腿就跪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一脸痛苦之色，体内灵气乱窜，有一种冲刷全身的快感。我见状也是大惊，经过一番诊治，我将银针取出。不好意思，昨天给姚姑娘扎针时，有一根针忘了拔了。陆希儿和李疯子听闻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好转的姚不悔脸红的坐起身，要不是昨日先生施救，自己恐怕早已身负重伤。应该是昨日关心则乱所致，我也是被这傻姑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。对了，三位还没吃早饭，我先去准备早饭了。说着我就一溜烟的跑了。片刻功夫，我端来了一锅粥，一一为他们盛好。老疯子不愧是师傅，一眼就看出此粥不是凡品，天地灵气如此浓郁。弥天故意将此等至宝展示出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陆希儿这个小吃货看着早饭已经口水直流，而姚不悔慢条斯理的喝着，只是刚喝下一口，啪嗒一声，手里的碗就脱手掉落，浑身颤抖的呻吟着。下一秒，一股浓郁的灵气在他身上爆发，竟然是突破。只见他额头显现出3页标识，直接连跳2级突破到3页剑客，这可把李疯子和陆希儿高兴坏了。李疯子看着桌子上的粥，不对，这粥虽然饱含灵气，但必须慢慢炼化才行。难道是之前聂小天帮不悔施针打通了经脉？既然如此，如果聂小天能帮自己也扎上几针，那自己岂不是也能突破？想到此，轻咳一声，将一大碗粥一口闷了。聂先生，老夫刚才喝了一碗粥，感觉身体也有点不舒服。我操，这老头刚才还好好的，不会又是碰瓷吧？我无奈的只能用我学习的医术为他诊治。他的2个徒弟在屋外听着李疯子杀猪般的嚎叫声，也表示无语。都1000多岁的人了，扎个针还叫成这样。而屋里的我一脸开心的看着被我扎成刺猬的李疯子。李老先生，这第1疗程就算是结束，但是我看你身体有隐疾，最好这几天天天都进行一次针灸。卧槽，你说啥？这几天我要天天被你扎9981针。对了，老先生都会抢答了，我相信经过我的9次治疗，能彻底帮助您痊愈。一听还要9次扎针，李疯子直接躺平，眼角含泪，连续9天扎针，这对老夫来说就是难以抵挡的数9雷劫啊！而我总听他提数9雷劫，就好奇的询问，昨晚的就是数9雷劫吧？只是名字听着挺猛，当实际感受过后，也就那么回事。李疯子也是被我装逼的话语整激动了。聂先生，你怕是还不知道数9雷劫的可怕之处，它会在连续9天的午夜时分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而且会比前1天的威力强上1倍。第9天的雷劫是前8天的总和，你说牛逼不牛逼？我一听确实牛逼，也就是说这雷劫也有自己的思想，修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了，每天都会威力倍增的雷劫，这么说今天的雷劫应该会给力一点吧？见到我意淫的都笑了出来，李疯子终于是忍不住想揍我心，抓着我的衣领就开始咬我。他奶奶的，老夫说这么多，你竟然还在笑，你就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吗？当即我一脸尴尬，将银针拔出，这次我不会忘记拔针的。午夜，我依旧拿着铁锅站在山顶，牛逼哄哄的喊道：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请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联系我，只管出全力劈死我。此时此刻的天上，天道化身正一脸愤然的给自己充着电。他奶奶的，老子昨晚劈了一整晚，愣是连小毛驴的毛都没碰到。今天老子加强电力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你。见电充的差不多了，天道化身扒开云层向下望去，正好看到我举着铁锅在大喊，这给天道化身整的有点懵。还有求我劈他的，天道化身仔细一看，想起我来了。昨天晚上自己正在劈小毛驴，就是我在一旁将雷劫引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这可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射人先射马，劈驴先劈主。今天电量超级加倍，就不信干不翻你。天雷滚滚而下，山顶都被炸平了。随着一缕阳光的出现，我扔下铁锅，指天怒吼：有没有搞错？劈了老子一整晚，我啥感觉没有？连个普通人都劈不死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劫？操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明天还来。而天道化身已经被我气得鼻子冒烟，他奶奶的，老子今天的充电器还是太小了，明天加倍，绝必要弄死你。就这样，我天天跟天劫约架，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一直到第8天，我已经渐渐麻木了。就这样，到了第9天，李疯子师徒在屋里看着雷劫，陆希儿有点担心，今天的雷劫比前几天的都要厉害。聂哥哥不会有危险吧？姚不悔也是一脸关心，这数9雷劫这么厉害，聂先生每天晚上都出去招惹他干嘛？难道是在借雷劫修炼功法吗？李疯子表示，聂先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而我盘膝坐在山顶，静等第9天的雷劫。他奶奶的，一连8天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也好意思叫雷劫？行不行啊你个细狗！天上的天道化身已经将自己压箱底的充电器都拿出来，今天梭哈，保证高电量、高电压，在线求雷劈是吧？我就不信弄不死你。就这样，我拿着铁锅挨着雷劈，今天的雷劫好像确实不一样，酥酥麻麻的好舒服，难道这就是被雷劈死的感觉吗？天道化身一听见我说舒服，瞬间抓狂，卧槽，你还说舒服？又是一轮狂轰乱炸，我站的山顶又被炸平。9天的连续奋战的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只能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平，等着雷劫劈了。我无奈的发出一声叹息。第2天，我走在下山的道路上，嘴里嘀咕着，整整9天还是没劈死我，天劫什么的果然还是不靠谱。突然我被一阵金光吸引，卧槽，这是什么？好刺眼！
他奶奶的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前几天被小毛驴踢断的剑竟然炸尸了。原来昨晚我跟雷杰干架的时候，一道雷劫意外击中了剑，雷电激活了诗词中的道运河断剑，断剑竟然碎裂后重组到了一起，重生成一把新的大宝剑。没办法，先把剑还给姚不悔再说吧。可我刚握住大宝剑，露西儿突然出现，嘴里喊着哥哥，关心的问我昨晚的雷劫看上去好可怕。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干了个大大，摆手表示没事，能跑能跳，只是浑身有点麻麻的。看到姚不悔，我才想起来他的断剑炸尸了，随即拿出我刚才捡到的大宝剑，这是我刚才回家的路上捡到的。你的剑似乎是复活了。姚不悔接过大宝剑，一脸震惊。露西儿悄咪咪地凑到李疯子身边，师傅，那把剑真的是师姐断掉的那把？李疯子扶着胡须，一脸深沉地表示，按理说那剑断成那样，已经无法再修复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如今的样子才是他真正的形态。当即询问我捡到大宝剑的经过，我摸着后脑勺回忆，我就是下山的时候见到这把剑悬浮在剑盆上，虽然样子变了好多，但我感觉应该就是不悔姑娘之前断掉的那把剑，所以我就顺手带回来。李疯子见我一副迷迷瞪瞪的样子，心里暗自琢磨，他为断剑提的词满是剑意，应该就是为了断剑能重生做的准备，但是为了帮不悔重铸宝剑，干嘛又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？露西儿此时也来了兴趣，聂哥哥，你知道这把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吗？我心里叫苦，我他奶奶的怎么知道啊？嘴上只能无奈的解释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要说最了解这把剑的现状，那只能是不悔姑娘。姚不悔听见我的话也不墨迹，当即举起宝剑，屏气凝神，随即运起剑招，一套剑耍下来，姚不悔平稳落地，而手中的宝剑此时发出耀眼的荧光，下一秒原本聚在一起的碎片，此刻却纷纷飞散，围绕在姚不悔周身飞舞。随着姚不悔一声收，那飞散的剑身碎片又重新飞回剑身，最后又凝聚成一把大宝剑。李疯子被这一幕震惊了，这把剑周身围绕着天劫法，难道昨天晚上吸收了天劫的力量？姚不悔举起大宝剑，刚才的一幕可把露西儿羡慕坏了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姚不悔拿着自己的大宝剑也是暗自心惊，这把剑似乎有着自己的灵性，甚至引导自己使出剑招。想及此处，对着我盈盈一拜，多谢聂先生，让我的朋友重获新生，不悔感激不尽。我赶紧摆手，不悔姑娘不必如此，我只是顺手把这剑捡回来了。不过这剑离合不定，变化多端，玄妙异常，果然是把神剑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大宝剑又发生了变化，离合二字在剑身上浮现。他奶奶的，这又是神马情况？姚不悔又是再次感谢我为神剑赐名。一旁的李疯子又在歪歪了，以精纯剑运为剑胚重铸剑身，再以天劫之力锻造，这弥天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。只是如此大费周章为萍水相逢的不悔重铸宝剑，难道是打算将我们师徒收为己用？而我面对姚不悔的一再感谢，真心是受之有愧。就在姚不悔又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的周身突然传来沙沙声，下一秒他的衣物瞬间化成碎片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，而我站在他身前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他奶奶的，原来这小妞这么有料，没想看到倒地的我。姚不悔还有心情关心我。画面一转，姚不悔已经换好了一身新衣服。露西儿调侃道：“师姐，你这大宝剑厉害是厉害，就是有点费衣服。”而我一脸郁闷地蹲在墙根，这宝剑也太他奶奶的猛了，要是一不小心失控，还不得把自己刮成肉酱。我突然灵光一闪，我这个大聪明又他奶奶的想到一个作死小妙招。此时小毛驴吕当奇正一脸郁闷地坐在台阶上，怪我帮姚不悔修好了剑，而且还给取了名字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男人都是色中恶狼，于是下定决心必须把我重新夺回来。而此时因为没控制好新剑衣衫尽碎的姚不悔，已经重新换好了衣服。聂先生不悔学艺不精，未能控制好离合剑，还请见谅。看光了人家姑娘的身子，还要给我道歉，我不好意思的低咳一声。不悔姑娘刚得到离合，想来还是不太熟悉，不嫌弃的话，能否和我过上几招，也好熟悉下离合的脾性。我对武术还是有几分感悟的，无需顾忌，只管出手便是。而我也在歪歪着被他一剑刺死，也就解脱了。而姚不悔还在跟我客气，我看着他心里不爽，这丫头刚拿到新装备，不应该是找人挑战一番试试威力吗？难道是嫌弃我太弱鸡，懒得对我出手？要是不出手的话，还怎么弄死我？不弄死我的话，我怎么回家？我看了看自己手无寸铁的双手，难道是认为我没武器，显得不公平吗？想到此处，我一溜烟就跑了。不悔姑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稍等一下。留下一脑袋问号的二人愣在原地，而我又拿上了和天劫干架时用的大铁锅，将铁锅挂在脖子上。不悔姑娘，我已经带上护甲，你只管开足马力和我切磋吧。李疯子此时也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不悔你只管和聂先生切磋，不用怕伤到他，得到师傅的认可。姚不悔也不废话，直接摆起剑招。聂先生得罪了，我也抱着铁锅做好防御姿势。姚不悔手中的离合剑直接向我刺来，我也踏出一步，扎稳马步，握紧铁锅。下一秒，离合剑剑身化成的无数碎片纷纷撞在铁锅上。李疯子和露西儿都被这一幕震惊，这已经不是厉害两个字能形容了，这叫恐怖。全境延伸，没有伤及不悔，却又能击溃他身后数丈远的墙壁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隔空伤人之法可比的了。就算是全盛时期的自己也做不到啊！这个魔头到底什么实力，又有什么企图？而我看着姚不悔每次都是这一招，心里郁闷至极。什么时候能动用真正的杀招啊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撞到他的剑上。而此时姚不悔终于是变了剑招，决定用大招试试我的虚实。我抱着铁锅暗喜，终于来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
就在剑尖离我还有0.01米的时候，我缓缓放下手中的铁锅，一脸安详地等待着被他弄死。姚不悔见我如此，大惊失色。可他奶奶的铁锅中的天劫之力却突然出现，将袭来的宝剑碎片全部震退。我眯着眼睛等了半天，一点感觉没有，被杀死的感觉怎么还不出现？我睁开一只眼偷瞄，却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。李疯子师徒3人全部一脸震惊地看着。姚不悔最先反应过来，不悔学艺不精，差点伤及先生，还请先生责罚。我也只能尴尬地摆着手，叫他别在意，心里却暗暗叫苦。那剑离我只有0.01米，这也能把剑招收住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姚不悔还要道歉，却被李疯子拦住。不悔，你试试现在将离合收回。姚不悔心念一动，那散落在地的剑身碎片震动起来，随即缓缓飘起，在姚不悔的震惊中瞬间聚集。李疯子看着这一幕，捋了捋胡子，现在操控起来是不是得心应手？姚不悔被李疯子的话瞬间点醒，之前离合剑看似蕴藏天地法则，但能吸收的力量有限，所以之前你才会失控。聂先生真是借切磋之名，让离合剑原本沉睡的躯体逐渐苏醒，才能和你心意相通。姚不悔看着手中的离合剑，一脸震惊，而再次作死失败的我，已经生无可恋的只想躺平。心情郁闷的我拿着铁锅就想自己静静，临出门还不忘交代他们帮我喂下小毛驴。小毛驴嘴刁不吃草料，人吃什么就喂它什么。李疯子一口答应下来。陆希儿一听李疯子下厨做饭，抱着姚不悔就哭了起来。师姐，我还年轻，不想死啊。为了作死，只能每天绞尽脑汁的想一个作死小妙招，可每次想到的小妙招都以失败告终，感觉自己已经有点自闭了。就在这时，害我来到这片世界的罪魁祸首猫头鹰来到我身边，我看到他那叫一个气啊，抓起他就要把他的毛扒光，而他却扑腾着用翅膀指来指去。他丫的难道会突然跳出来一个修仙大佬一剑戳死我？我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修仙大佬4个字在我脑中回荡。对啊，这里是修仙世界，只要离开这里，到外边找几个一言不合就拔刀的，咔咔2刀不就能把我弄死吗？芜湖，赶紧搞起！修仙世界，小爷来了。而此时我的小院中，露西儿一脸震惊地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碗。驴子姐姐你好厉害啊，居然把师傅做的饭菜全部吃光了，我还没见过谁能吃3口师傅的饭菜而不倒。毛驴吕当奇拿着牙签剔着牙，姐姐我可是练过的，别说这点东西，就是那能把你们化成血水的毒药，姐姐都能吨的往下喝。不过这做的都是什么玩意，又没倒运又难吃，要不是主人叫我不要浪费粮食，老娘早就当场掀桌子了。李疯子搓着手讪讪的笑了，心里却暗骂臭驴子，要不是看在你是弥天的妖宠，老夫才不会伺候你们。说着又端上2盘菜。姚不悔和露西儿已经生无可恋了，露西儿一眼讨好的来到小毛驴身边，姐姐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遇见我们那天唱的是什么歌？那个太好听了。小毛驴一脸得意的拿出扇子和手绢，算你小丫头识货，姐姐就再给你来一段。说着就又来了一段2人转，把露西儿听得2眼冒光，额头浮现3叶标识，点点金光汇聚到露西儿额头，竟然是突破。一曲完毕，小毛驴一脸傲娇，怎么样，这2人转好听吧？露西儿一脸崇拜的拍着手，好听真好听，驴姐姐真厉害。聂先生应该更厉害吧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主人的来历我可不方便透露，不过主人提及过他以前的生活，我倒是可以简单说说。小毛驴轻咳一声，主人每次喝醉的时候都会抱着我说好想回地球，而且就算坐在家中不出去，就可以通过一件法器瞬间知晓天边发生的事情，想要去千里之外，打个哈欠的功夫就能到达，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将100里方圆夷为平地。而师徒3人听到这些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这聂先生到底厉害到了什么地步？此时的小毛驴突然一惊，瞬间化为原形，只因此时我回来了。看到我回来，露西儿开心地向我打着招呼，我快步来到李疯子身前抱拳道：李先生，小子有一事相求，我想到外面闯闯，见识拜会各路高手，你能不能带我？这可把李疯子吓坏了，这魔头难道要离开这里祸害苍生吗？没等李疯子回答，露西儿拍着胸脯表示放心，都包在他身上了。再回头看李疯子，正蹲在角落里画圈圈，这个魔头要出去祸害苍生了，自己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，必须为苍生做点什么才可以。姚不悔2人上前架起李疯子，见自己师傅异常的表现，有点担心，你以前总教导我们，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怎么你现在看起来不开心呢？正好聂先生有个问题需要你帮忙解决。说着就将李疯子架到我身前，在下只是一介凡人，想出去见见修行路上的风景，无奈对外界事物知之甚少，想请老先生帮忙解惑，你知不知道外界有哪些强大的宗门？李疯子心里暗道，难道打听各大宗门是打算打听清楚后再动手？不过自己倒是可以祸水东引，让他与那些人对上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自己还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即捂着腰，哎呦一声跪倒在地，抱歉了聂先生，刚才做菜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了，可否先休息1天，明天再出发？我心里爆了一句国粹，这老碰瓷也碰得像一点，就这样的碰瓷都赶不上热乎的，心里索然这样想的，但还是俯身扶起这老头，无意的摸了下老头的脉搏。既然故意装病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我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夜晚，我坐在房顶赏着月，心里感慨万千。在这个小院待了100年，本已经对这里厌倦了，没想到临走的时候居然有点舍不得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竟然是李疯子。这大半夜的他是要去哪？回想着白天时他的异常，又有旧伤在身，决定偷偷跟上去，以免有个意外。红雾禁地外围黑石林，李疯子长出了一口气，虽然遇到弥天重生，但自己却是因祸得福，自己的暗伤竟然被治好了七七八八，也是时候取回那件东西。随即盘起坐下，运转真气，那件东西非皇族血脉不能唤醒，只能先恢复真身了。只见其苍老的身躯化为点点金光，下一刻在空中慢慢凝聚成一道身影。那
那点点金光实体化，竟然变成了一个银发媚人。原来她是先天皇朝末代女皇李风姿。200年前，她在探查洪雾禁地封印时被皇朝叛徒围攻，虽然最后逃出升天，但也身受重伤，而且还将皇朝传承万年的宝物不慎遗失。无奈之下，只能使用秘技满天隐脉功，暂时缓解伤势的同时隐藏身份，保住性命。但这功法的副作用却让她化作糟老头子的模样，就连性情也是大变。她回想着之前种种，真是有失皇族威严。不过自己还真是要感谢这个弥天，每天为自己针灸，要不然自己还真不能恢复真身，还是办正事要紧。随即就开始默念咒语，因为他已经感应到当年遗失的宝物就在附近。随着咒语的念动，不远处隆起一个小土包，一样东西散发着金光。那发着金光的东西突然飞到半空，李英姿看着那东西露出喜色，失散数百年，终于是找到了先天皇朝家传之宝璞玉重瞳，当下就飞身准备去拿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突然将他拍飞，刚到手的宝物也脱手而出，原来是妖兽噬月狼。而此时的我却因不熟悉路况，他奶奶的差点迷路，好在跟着李疯子无数不多的脚印跟到了这。刚到这里就听见前方传来打斗声，因担心李疯子的安危加快了脚步，没想到见到的却不是李疯子，而是一个女人正在和一头大灰狼在对峙。李疯子上去就给大灰狼一个嘴巴子，直接将大灰狼打急眼了，张嘴就朝着他咬去，却被他轻松躲过，悬浮在空中，双手掐诀，一道剑光瞬间击中大灰狼额头，大灰狼应声倒地没了声息。李疯子也一脸欣喜的落地，可就在落地的一瞬间脸色一变，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。我在暗处看得一脸震惊，这小姑娘刚才还挺猛的，扇人家大灰狼的嘴巴子，怎么现在就吐血了？就在这时，原本没了声息的大灰狼突然睁开猩红的眼睛，眼看就要一口将李疯子吃下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，于是拿起小石子就朝着大灰狼砸了过去。小细狗，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朝你爹爹我招呼！没想到这大灰狼没鸟我也是一愣，难道是我的嘲讽力不够吗？于是深吸一口气，气运丹田，你过来呀！没想到还真奏效了，转身就朝我追了过来。这一刻把李疯子看得一愣一愣，随即就昏死了过去。而我一边跑着一边窃喜，这大灰狼跑来追我，那位女侠应该脱身了。等那个女侠逃走后，我再来一个以身饲狼，那不就能顺利死掉了吗？不过这狼看上去凶猛强悍，却怎么都追不上我，行不行啊你个细狗？而此时不远处害我的罪魁祸首猫头鹰信正看着，下一秒却噗的一声化成了人形，也真是难为主人啊！为了让这只小狗狗不掉队，故意放慢速度。而此时的我也终于按耐不住停了下来，转身嘲讽：你个细狗，有种一口咬死我呀！那大灰狼张开血盆大口就朝我咬过来，我张开双臂一脸期盼，我的地球，我的家，我的空调和手机，老子终于要回来了！情不自禁的就喊了出来，却不曾想那大灰狼竟然被我一嗓子震得连灰都没剩。等了半天没死的我睁开一只眼睛查看，一句国粹脱口而出：我的大灰狼呢？怎么消失了？难道回去找那女人了？真是个没良心的家伙！没办法，只能往回走了，却发现那女人竟然昏死了过去。不得不说这个小姐姐细看之下还是挺美的，于是我一边脱下衣服一边嘟囔，还是抓紧办正事吧。良久，被我扒掉衣服的李疯姿悠悠转醒，看着自己没穿衣服大惊失色，哎呦，女侠你醒了，我们继续吧。说着我拿着针就是一顿扎，心里还在纳闷，她的伤势怎么和李疯子如此相似？难道是修仙者的通病吗？而李疯子内心也是不平静，看着自己身上绷带的布料都是他外套制成，难道自己冤枉他了吗？虽然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李疯子起身对我道谢，我不好意思的挠着头，客气了女侠，这段时间最好不要运气，不然很可能伤上加伤。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就帮他取针，我们素昧平生，你为什么出手救我呀？救人还需要理由吗？李疯子竟然被我的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脸色微红，直勾勾的看着我。没想到当年想起整片大陆血雨腥风的弥天，竟然会主动救人，我被他盯得不好意思连连后退，脚下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，待我俯身捡起时才发现是一件首饰，肯定是这位小姐姐掉的，当即放在她手里，好好拿着，别再弄丢了。没想到她突然就跳了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今日之事我已铭记于心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终有一日我必回来取你性命。话音刚落，就一溜烟飞走了。而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一样，我必取你性命在脑海中回荡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挥泪跟他告别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弄死我呀！刚回来的李疯子被一声师傅吓得差点原地去世，就像一个干了坏事被抓包的孩子。不悔啊，喊为师有事吗？姚不悔和露西儿满脸怒容，听聂先生说你不顾自身伤势，昨晚擅自出去一整晚，我一看这架势不是把我卖了吗？连忙上去解释，我想李老先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才会偷偷出去的，而且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你不用太生气。李疯子也是人精，忙挠着脑袋说道，这几天在院子里闷得慌，就出去散散心，活动一下筋骨而已。我一听这还得了，他的伤势还没好利索，还是千万不要大意啊！说着就将手放在了李疯子的肩膀，心跳凌乱，心脉暴躁，不久前应该剧烈运动过，似乎是和什么人打了一架。可这方圆百里都是荒芜，哪里有什么人和他动手啊？难道和他打架的是昨晚的那个御姐女侠？想通了这一点，我也不声张，挥了挥手，我们还是抓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，毕竟出去找人杀死我才是首要任务。而此时李疯子正生无可恋的瘫坐在椅子上，嘴里嘀咕着，不悔这孩子就是爱认死理，不就是出去一晚没跟他打招呼吗？居然把自己训了整整1个时辰。说着在怀里一阵摸索，拿出了昨晚找回的璞玉重瞳，
种，还好用皇家血脉温养过后可以使用，随即就将璞玉重瞳戴在额头，运转功法，一阵金光过后，璞玉重瞳渐渐消失在额头。做完这一切的李疯子开启璞玉重瞳，悄悄观察着忙碌的众人。希儿这几天连续2次晋级，境界并不稳定，不悔现在是3叶中期，他一直都是稳扎稳打，根基境界倒是不用担心。而看到我时，我通体发光，竟看不出我的实力境界。想再仔细看时，却被金光差点刺瞎眼睛，一声惨叫跪坐在了地上。当众人将他扶起时，只见眼睛不停地流着泪。没事没事，只是有沙子迷了眼睛而已。此时我也将东西收拾完毕，招呼他们随时可以走。李疯子还是不甘心，既然看不清他的境界实力，那就看看他带了何物去为祸人间。璞玉重瞳开，那些普通的随身物品竟然都散发着强大的道运和威压。难道之前是院子的威压才显得平平无奇，现在离开院子他们才展现出了原本姿态？这他娘的可不行啊，必须得把他们收起来。想着就在怀里一阵摸索，快步走到我面前。聂先生，你带这么多行李上路多有不便，我这里有一枚收纳戒指就送给你了。而我却疑惑，我一介凡人怕是没办法使用吧？李疯子也不废话，直接就将戒指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。凡人也能用，你看着要收纳的东西心里默念收就可以了。我去，这么神奇吗？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，解决了行李问题，我心情也是舒畅，骑上小毛驴就出发了。而我们刚离去，院子突然震动起来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，随着阵阵紫气冒出，一具人影慢慢凝聚成型，并癫狂地大叫着：本座终于脱困，从今天起我要踏碎苍穹凌驾种天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雷电凌空劈下，瞬间劈在这身影之上，只来得及留下一声惨叫，就慢慢消散了。此时天空之上，天道化身一脸不屑，他奶奶的敢在小爷眼皮子底下搞事，你是什么垃圾，给自己分过类吗？话还没说完，咚的一声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脑瓜崩，正是害我来到这方世界的罪魁祸首。系统猫头鹰，瞎嘚瑟啥？是不是忘记老娘交代你的事情？哎呀，大姐头，你交代小弟的事儿，小弟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，有我镇守，你一天那小垃圾的残魂一定逃不走的，最好如你所说，要不然老娘扒了你的皮。话说大姐头，那位骑驴的爷到底是谁啊？您这样的大人物也要给他办事？听了此话，猫头鹰杀气弥漫，我家主人的来历也是你能问的吗？堂堂天道化身差点被吓尿裤子，连连摆手，误会误会，我之前不是无意之间得罪了这位爷吗？现在我特后悔，所以想知道那位爷的来历，好让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，知道自己渺小说明你还有救，只要你盯好这里，不让那个小垃圾脱困，主人不会怪罪你的。说着就噗的一声又幻化为猫头鹰，扑腾着翅膀就朝着远处飞去。要是封印在你眼皮子底下出了问题，老娘扒了你的皮，只留下天道化身独自一人悲伤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趁着天道还能压制那玩意，我还是跟主人到外面好好玩玩吧。一晃数日后，我悠哉悠哉的骑着小毛驴，李疯子3人则御剑不紧不慢的跟着我。姚不悔和露西儿也是问出了心中疑惑，聂先生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在地上跑，不和我们一起御剑飞行呢？这样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李疯子故作深沉，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你们可知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为什么叫玄烨大陆？这片大陆修为是以叶论高低，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之上还有花果之等其他境界。但前辈高人们将这片大陆以叶为名，一是因为我们的修为以叶为始，二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唯有识得叶之窄，方知林之广，唯有见得足下光，方知月之高。李疯子的一通说教，直听得露西儿一阵头晕目眩，而姚不悔似有所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万亩生灵起于一夜。聂先生看似在走路，但每一步都是在淬炼自己的道心。此时什么都不知道的我，转身招呼了一声李疯子，李疯子御剑飞来，李先生，我第一次出门有点小兴奋，不知道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，那里的高手厉不厉害？我们第一站是39城，高手的话那里比比皆是，那里的城主更是达到了7叶巅峰。而我也在心里盘算起了我的小九九，既然有高手，那肯定一下就能弄死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39城。数日过后，终是来到了39城外，只是看着这城门和快要掉落的匾，我严重怀疑这他妈真的有高手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就是修仙世界的城镇，逗我玩呢？说好的仙气飘飘呢？怎么是这鸟样子了？姚不悔和露西儿看着周围环境也是不解，这里和师傅说的怎么这么大出入啊？李疯子干咳2声，为师也有200年没来过这里了，难免会有些偏差。此时我回过头问李疯子，这个39城有什么说法吗？虽然不愿意怀疑你说的，但是这破地方真的有高手吗？如果对面是一个弱鸡，还能不能弄死我呀？李疯子尴尬一笑，哎呀，聂先生，39城或许没你想象的繁华，但城主贾仁义确实是7叶巅峰的高手，而且39城乃皇朝边缘地带，我们日后继续往皇朝中心前进呢。我也是瞬间领悟了李疯子的话，只是边缘地带就有如此高手，之后肯定会遇到更厉害的。李疯子看我没有识破他的谎言，心虚的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还好没有怀疑我的话，这要是掉头就走，自己怎么领他和自己的仇敌见面？数百年不见39城还是一如既往的破败，但是晚上才是真正的39城啊！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促成聂小天与贾仁义的谋略，让他们2人彻底杠上。就在这时，露西儿捂着自己咕咕叫的肚子，赶了一天路，肚子好饿呀。李疯子当即表示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吃个饭，顺便打听一下39城如今的情况。说着就热情地拉上了我的手。老夫记得附近有一间100年老店，聂先生跟老夫去感受一下39城的风土人情吧。姚不悔2人也是被自己师傅突然的热情搞得一脸懵逼，师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咱们啊？画面一转，小毛驴一脸无奈地被拴在了客栈外面吃着草，心里暗叹，要不是猫头鹰姐姐要我先瞒着主人，真想变回人形陪着主人一起进去吃饭。而客栈里面，姚不悔优雅地擦着嘴角，露西儿则是打着饱嗝揉着肚子，一脸满足。
吃饱了，吃饱了。虽然比不上聂哥哥做的，但味道还是不错的嘛。此时客栈老板搓着手，一脸职业假笑走了过来。几位吃好喝好了，不知哪位客官结账呢？李疯子毕竟是李疯子，哎呀，老夫久居深山，实在是囊中羞涩呀。我心里暗骂一声卧槽，这老头这是要我请客呀？可自己也没有这个世界的货币，难道要以身相许，刷一天盘子底饭钱吗？突然姚不悔拍着自己的胸脯，这顿饭就由我来付钱吧。之前聂先生一直照顾我们，就算我们表达的一点谢意吧。李疯子刚要说什么，就被露西儿打断。师傅平时虽然抠门，但是从来没有克扣过我们零花钱，一顿饭我们还是请得起。掌柜的一共多少钱？1000块零食，我们都被这个价格吓一跳。姚不悔本就是嫉恶如仇的性格，当即就怒喝道：“你这是打劫吗？一顿饭这么贵！”露西儿也是奶凶奶凶的说着：“师傅虽然抠门，但是偶尔也会带我们下馆子。这样的饭菜最多也就3块零食。”掌柜的一听，这不是要吃霸王餐吗？随即拍了拍手，店门瞬间被推开，进来7、8个彪形大汉，为首的男子大喝：“是不是有人在这里搞事情？”掌柜的上前点头哈腰：“狗队长啊，有人要吃霸王餐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你臭不要脸，居然诬告我们！”李疯子见状，在身后不断的提醒2个徒弟少说2句，可姚不悔和陆希儿怎么会听？李疯子无奈，只能先暗中开启璞玉重瞳。这巡逻队毕竟是城主府之下，不能轻易得罪，必须将矛盾转移到聂小天身上才行。此时我也算是看明白了，自己是掉进了饭托的局，而且还和巡城大队有关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官商勾结。但是现在只要自己摆出一副据理力争的样子，顶撞他们几句，一定能激怒他们。运气好的话，自己可能直接被他们一刀嘎；差一点的话，也能挨一顿毒打，然后重伤死掉吧。想到此，我当即指着他们，一脸正义的说道：“你们这是黑店，而且还是一个官商勾结的黑店，想要我当冤大头门都没有。”掌柜的和巡城队长一看我这架势就笑了，还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随即就向我走来，一把攥住我的衣领：“废他妈什么话！你敢扰乱3、9城的秩序，跟老子走一趟吧！到了老子地盘，老子要弄你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到时候老子要多少钱你都得乖乖给老子。”而我胸口的小布袋突然掉了出来，竟然当场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差点刺瞎他们的狗眼。卧槽，这小珠子里蕴含着一股强大的能量，难道是哪位顶级大佬的本命法宝吗？我看的也是一脸懵逼，随手捡起一个玻璃珠，他奶奶的，当初做出来的时候也没发现它还能发光啊！这一幕也把狗队长看得冷汗直流，难道这法宝是他制作出来的？双腿一软，直接跪了下来。能做出这种惊天大杀器的大佬，自己居然还要敲诈他，一个不小心还不得把自己弄出屎啊！我也被他这一跪拉回了思绪，直接献上自己的双手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，你有种直接把我铐走，我不信你敢弄死我！这下可把狗队长吓得不轻，大喊着不要过来。我们2人同时愣在了原地，这剧本不对啊，不是应该凶神恶煞的将我铐走吗？怎么一副怂样的？狗队长也同样暗自心惊，这大佬刚才让自己铐他走，难道是想借机进入牢房，顺势将自己一锅端了？这种大佬是万万不能得罪的，必须找个借口马上溜掉。伸手指了指地上的玻璃珠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这些珠子是你自己做的？”“对啊，之前闲着没事做了几颗出来玩玩，难道这玩意还能抵饭钱吗？”我话音刚落，他就伸出手，嗖的一下拿走了我的2颗珠子。没错，这2颗珠子已经够饭钱和冲撞巡逻队的罚款，不用跟我们走了，收队。说着已经出现在了客栈外，一溜烟的就朝着远方跑去，看得我们一愣一愣。这他奶奶的，说好的要把我打进黑牢呢，说好的弄死我呢，现在也只能指望客栈老板。我转头看向他，巡城队走了，你应该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？没想到他直接跪地磕起头来：“大佬，小的错了，饭给你免单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。”老板心里苦啊，要是这位爷一个不高兴，还不得把自己的小店给炸了？要是免单您还不满意，我再包您1行人的食宿如何？这一幕看得李疯子师徒3人也是一脸懵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似乎聂哥哥把事情解决了。李疯子心里也是突突，没想到这小小的珠子里藏着那么恐怖的能量，单是1颗就足以让半个街道夷为平地。所有计划都没得逞的我，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，打开窗户眺望远方，心里的痛谁能懂啊？却突然被街道上热闹的景象吸引，姚不悔他们也在此时推门进来。聂哥哥，师傅说今晚会有灯会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凑个热闹啊？我也是欣然同意，有热闹的地方就会有冲突，到时候找一个冤大头弄死自己不是分分钟的事。随后我们1行人就朝着灯会出发，只留下小毛驴自己一个驴独自哭泣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猫头鹰落在小毛驴的头上，走，姐姐带你逛灯会去。果然夜晚的3、9城才是真正的3、9城，吞剑、吐火、转盘子，果然杂耍的活，在哪个世界都差不多，不过确实有点东西，像是修仙那么回事。露西儿发现原本跟我们一起的李疯子不见了踪影，却突然传来了李疯子的怒吼声：“你们出千！”姚不悔和露西儿无语，让聂先生见笑了。师傅就是手痒爱赌，而且一旦赌起来就没轻没重，自己师傅这是又犯毒瘾了。随即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赌场，看见我们进了，他底气更足了。聂先生你来的正好，这赌方公然出千，还请你帮我做主啊！为首的小胡子老板却不以为意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小老头，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，你要是再污蔑我们，我可要通知巡城队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”李疯子已经红了眼睛，撸起袖子就要上去干，我在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了好了，李老先生消消气，让我试试。”
小胡子老板一看就笑了，哟呵，小子别说我瞧不起你，上赌桌可是要有赌资的，你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我当即拿出玻璃珠，之前客栈老板说这玩意挺值钱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众人大惊，当即一声国粹出口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都能感觉到里面存在的道运。好，我就和你赌了，输了老头子的钱财全数奉还，赢了这珠子归我。我点点头，奉陪到底。此时3、9城的最高处，一个身影和一只凶兽正并排而立，俯视着来往的人群。听说今天城里来了一名神秘高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入麾下。身后的一名属下此时将一个玻璃珠呈上，属下在巡逻队手中偶然得到一样宝物，还请城主过目。那城主接过玻璃珠，甚是满意，就是不知道制造这宝物的神秘高手是什么来历。画面另一边，小毛驴吕当奇已经幻化成人形，一脸心虚的对着猫头鹰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背着主人把我带出来，真的没事吗？主人可是把我拴在客栈，不让我乱跑的，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？买定离手了呀！”此时的我已经连赢15把，面前已经堆满了零食，赌方老板已经是冷汗直流，短短10几把已经赢走了赌方大半年的收入。这要是让当家的知道，自己肯定会被剥皮拆骨，绝不能让这少年离开。好你个小贼，居然敢在老子面前出千，不想活了是吧？姚不悔和露西儿的正义感又再次被点燃。你哪只眼睛看到聂哥哥出老千了？开赌方的要耍赖吗？那就要先问问我的剑答不答应。赌方老板一脸得意，来硬的他可不怕，自己可是有人罩的。我们当家的可是3、9城少主，把零食全部交出来，不然有你们好看的。我也被震惊，真他奶奶的是要啥来啥。听上去那少主不是啥善类，这要是能激怒他，肯定能弄死自己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拉回我的思绪，听说有人要在这里搞事情，让我看看是哪里的小可爱，居然敢在我狗不离的地盘闹事。我回头看着他，他也看到了我，差点原地去世。卧槽，怎么是这个祖宗？赌方老板一看自己人到了，也是硬气起来了。狗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几个人出老千，还请你把他们就地正法，赔我钱财。没等狗队长说话，我就先和他打起了招呼。队长大人，白天刚刚见过，我们是老熟人，现在我是属于2次犯法了，可不能再放过我了。我话音刚落，他们急退到赌方门外，对着赌方老板说道：“3、9城可是法治社会，你可有证据证明他出老千？”此时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，小毛驴和化成人形的猫头鹰赫然在列。猫头鹰一脸兴奋：“我们凑近点才能吃到瓜呀！”而我也是追着他们走出门外，据理力争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麻烦你把我就地正法，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带回去用刑也没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叫声打断我的慷慨发言，原来是露西儿被一个傻子调戏了。众人也是大惊，这不是少城主吗？此人正是3、9城少城主贾富贵。城里啥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大姐姐？我要她当我小老婆。我此时心中暗喜，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少城主，像这种阔绰子弟，哪怕他不弄死我，他的城主老爹也一定能搞死我吧。未等少城主说话，赌方老板闪身指着我大喝：“你这刁民，居然对少城主不敬，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”骂完，我转身一脸陪笑的对着少城主恶人先告状。少城主明鉴，就是这几个人在赌方闹事。少城主拍了拍自己的胸，捣乱的杀，我杀不了他，让我爹来杀。这一幕看得我有点无奈，这少城主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满脑子只想着杀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只要我稍微激一激他，肯定会恼羞成怒弄死我。随即我就咳嗽2声：“这位少城主，我看你仪表堂堂，天纵之姿。”边说着，我边向着少城主走去，掐起他那圆润的大脸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阁下一定是一名智障。这一幕直接吓呆了众人。卧槽，这货真是敢说呀！居然当众辱骂少主，不想活了吧？此时我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转头看向李疯子等人，用口型让他们先走。此时少城主突然拍起了巴掌：“你居然看出来我是智障，你简直和我爹一样聪明，你是除了我爹之外第3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。我决定了，你是个人才，以后就当我小弟吧，我吃剩下的都给你吃好。”说着就走到了姚不悔和露西儿面前。至于你们，就当我的小老婆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刚说完就蹲了下来，直接摸上来他们那穿着黑丝白丝的大长腿，引得2人大怒：“死色狼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我怎么能惯着这种行为？”直接一个掌刀将他劈倒在地。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就想着吃豆腐可不行啊！突然一声大喝传来：“什么人居然敢伤害我宝贝儿子？”一个骑着凶兽的男人急速而来：“敢伤害我儿子，我要将你们剥皮拆骨暴晒在城门之下！”我看清来人，心里琢磨，这就应该是3、9城的城主了。李疯子说他是7叶高手，看来我想死的愿望能实现了。转头对着李疯子眨了眨眼睛：“你们假装不认识我，直接快跑，不用担心我。”交代完毕，伸手提起昏倒在地上的少城主，撒丫子就跑，不想伤到你们少主就赶紧给我让开。现在要先带着这个智障离开这里，以免伤及无辜。要快速离开的话，还是让小毛驴发挥一下实力吧。一口哨吹出，开始召唤小毛驴。躲在暗处吃瓜的2人也是一惊，猫头鹰反应快，一脚就将小毛驴踢了出去。主人召唤你们，快去帮忙！跑路中的我看到来了小毛驴，大喜过望。驴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乖乖的待在客栈的，隔老远我就闻见你吃的草料味道。我直接一个跳跃，稳稳的坐在了小毛驴的背上，转头大声喊道：“智障他爹，想要回你宝贝儿子就来抓我呀！”姚不悔和露西儿看着被追杀的我，已经按耐不住拔剑就要冲上帮我，却被李疯子拦了下来。聂先生是顾及我们的安全才把他们引开的，你们可别浪费了他一番苦心。说着一个大跳就窜了出去，一脚就踹在了狗队长的大脸上。师徒3人很快就和巡城队打成了一团。画面另一边，可是苦了城主身下的妖兽，累得已经成了狗一样吐着舌头。我却倒骑着驴，出言嘲讽：“城主的坐骑看上去威武霸气，速度和持久也不行啊，还是我的驴子好，跑慢一点，别
别那么快就将他们甩掉。身后的城主与妖兽瞬间如同打了鸡血，男人怎么能被说不行啊？给本城主追！就这样，我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后面追，不一会就将城内摸熟悉了。这个城收集了很多火药的材料，我也是为民除害，随手就顺走了部分材料。我要加点料，将事情闹大。这一幕看得天上一直观察我的猫头鹰大惊失色，主人现在还没办法控制一身霸道功力，制作东西时不经意间把功力灌注其中，润了，这被炸到估计毛都不剩。制作好了，我随手就扔了出去。后方的城主看着已经到了眼睛的东西，一脸懵逼，下一秒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。我看着这一幕也是心中满意，修仙世界的材料就是猛，普通火药都能搞成小型原子弹，这爆炸真是太美。待烟雾散尽，那追杀我的人全部躺尸，只留下一个39城主浑身伤痕，还没在爆炸中缓过神来。这到底是什么法宝？居然能瞬间撕裂自己的护体钢琴！若不是自己眼疾手快将食盐兽陷阱，恐怕自己已经死翘翘了。不对，是那颗小珠子在最后时刻挡下了大部分爆炸的威力。虽然不知道是谁制作了这颗珠子，但是这种神秘高手必须牢牢巴结才行。而我看到他在这样的爆炸中还能站着，也是佩服。看来确实是个高手，应该能给我一个痛快。想着，我就慢慢的朝他走去。没想到他反应如此之大，冲着我大声呵斥：“贼子，你先欺辱吾儿，又大肆破坏我39城，此等做法足以引得9天震怒。我39城上有一位高手坐镇，你绝不是他的对手。放下吾儿，咱们恩怨一笔勾销，否则人头落地。”说着就将那玻璃珠拿了出来。看到这珠子了吗？这便是那神秘高手所制的。你若是惹恼了那位大人，必然尸骨无存。我则是被逗笑了。既然城主大人有高手撑腰，何不先砍我几刀试试？而我此时看到他手里发光的珠子非常眼熟，你这珠子不是之前狗队长在我这里拿走的吗？城主大人居然会随身带着。闻言，城主一句国粹瞬间出口：卧槽，这珠子是你造出来？我看他这么大反应，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：你把我弄死，我多送你几颗好不好？听得城主一脸懵逼都写在脸上。原来自己最后的底牌，那颗蕴含着浩瀚法力的珠子，是人家随手做出来的。这一刻他已经不相信光了，身下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无力地跪坐在了地上。我一看这怎么行啊？城主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反抗，你只要咔嚓一下，我绝对凉得透透的。帮帮忙啊，城主大人！谁知道如此硬汉形象的城主被我说的话吓哭了。大佬啊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眼珠子瞎了8辈子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不好好做狗。求你放我一条狗命吧！这突然的一幕让有点措手不及，刚才还霸气侧漏，怎么立马就跪了？我只是一个凡人啊，给我跪下合适吗？此时李疯子匆匆赶来，落在我身后。李老先生，你们没有大碍吧？李疯子故作深沉，轻咳了2声。放心吧，他们已经脱离危险，老夫放心不下你，便先来接应了。看来聂先生已经制服了这个城主，此人不宜久留，望聂先生为民除害。我心中一惊，李老先生不要开玩笑。杀他！我可没那能耐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道阴寒的声音：既然2位不打算要他的狗命，那便由我等代劳吧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数十名黑衣人并排站在周围的房舍之上，他们头戴斗笠，面戴黑布，腰间挂着一腰牌，上面写着先天2字。为首男子居高临下，淡淡开口：贾仁义，你曾得先天皇朝封姿女帝赏识，执掌39城732年，期间一直鱼肉百姓，欺上瞒下。后9大太傅颠覆皇朝，封姿女帝向39城求援，你非但没有相助，反而将其行踪泄露，让女皇受到9大太傅围攻，至今下落不明，上不敬天，下不为帝，前有卖主，后又欺民，本座判你1刀2断之罪。话音刚落，那城主已经血溅当场，彻底陨落。我看着这一幕有些惋惜，他奶奶的，这是什么剧情啊？我还指望着他能把自己砍死呢。而那为首之人向我抱了抱拳，感谢朋友出手相助，他日有用得到我等的地方，我义不容辞。我一脸生无可恋，既然城主被他们杀了，那不如试试能不能惹怒这群250，让他们嘎了我吧。想到此处，当即对着他们做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。我操你奶奶个腿！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，简直就是土匪，还让我念你们的好。啊呸！恶心！你丫给老子下来，老子教教你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一个黑衣人当即就要拔刀，却被为首之人拦下。此人实力非凡，别冲动。随即就嗖的一下消失离开了。我他妈无语了，不就是骂你们几句吗？被骂了不是应该直接下来干死我吗？就这样跑了？你们身为修仙者的高傲呢？我无助地看向李疯子，李老先生，不知你可认识这群神神叨叨的黑衣人？要说他们的来历，还得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说起。这片土地曾经乃是先天皇朝所有，数百年前，皇朝中的9大太傅谋朝篡位，才建立起了如今的9玄皇朝。只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这些年来，打着先天皇朝旗帜反抗的势力自然数不胜数。而刚刚遇到的黑衣人所属势力为先天血盟，自称由先天皇朝皇室血脉统领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9玄皇朝，让先天皇朝重掌这片天地。我似懂非懂，这么说他们为先天皇朝请命是好人吗？李疯子却摇了摇头，他们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宵小之徒而已。他们怕是连先天2字所代表的含义都不清楚，又谈何为先天血脉请命？我听着李疯子的话沉思起来了，看来他应该和先天皇朝有着什么关系，要不然也不会如此藐视那群黑衣人。话说这城主也太不给力了，好歹先弄死我再躺平啊！对了，那群黑衣人既然能弄死这个城主，实力肯定比他高，只要找到他们的据点，再搓2个核弹搞他们心态，
凭借着他们的实力和修仙者的尊严，总不会再次放过我吧。想到此处，当即询问李疯子：“既然你知道他们的来历，应该也知道他们的据点在哪里吧？”老夫倒是有所耳闻。未等李疯子把话说完，我激动地一拍他的肩膀：“他们刚刚破坏了我的好事，我当然要找他们讨点债。”此时姚不悔和陆希儿也是匆匆赶来，李疯子看着两个爱徒无碍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聂先生打算离开39城了，我们回去收拾一下，随他一同离开。姚不悔一脸正色，谨遵师命。陆希儿则是欢呼雀跃，一道极为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：“睡得好爽啊！”原来是那被放在小毛驴背上的智障少城主醒。小毛驴一个驴抬蹄就将他甩飞了出去，正好落在了他爹尸体旁。等看清他爹的状况，趴在他爹的尸体上大哭了起来：“爹呀，你别睡了，起来陪我玩啊！”李疯子提醒我要斩尽杀绝，我叹了一口气，这货脑子本来就有问题，他爹已经死掉了，他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问题。这个时候我在落井下石，那妥妥的造孽了。姚不悔和陆希儿见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当即大喝：“聂先生不可妇人之仁啊！”而且他刚才还说着，陆希儿已经红了脸，我也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，随即一指，要换成我是希儿姑娘的话，我恐怕当场就拔剑将他砍死了。只是他肆无忌惮这么多年，是因为有城主给他撑腰，现在城主已死，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此时的围观群众已经一个个黑了脸，纷纷拿起地上的棍棒，已经将那少城主围了起来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画面一转，我们一行人已经再次上路，向着先天血盟的玉城山据点去。我再次怀疑这先天血盟会不会都是一些水分。李疯子再三保证这回绝对是野高手，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也只能暂时先相信他了。玉城山据点距离100多里，这路程可不短，难保不会有什么拦路抢劫。此时我们却被一个倒地书生模样的男子拦住去了，我和李疯子同时一惊，这嘴是开光了吧？刚说完拦路抢劫，这就直接碰到了。在吃了我们全部的干粮后，才神采奕奕地向我们道谢：“谢谢各位，小人昨天遇到山贼，盘缠和干粮全部被抢走了，饿了整整1天了。”我和李疯子坐在他对面，全程黑脸，这他奶奶的妥妥是饿死鬼投胎呀！陆希儿也是生气，就要出手教训他，却被姚不悔拦着：“师姐，你别拦着我，他吃光了我们所有食物，我要揍死他。”而书生却不以为意，一脸献媚地向我贴来：“刚才听说几位救命恩人说要去玉山城，能不能带上小的呀？小人对这一带了如指掌，一定能带着各位趋吉避凶。”我连忙摆手拒绝：“我们相遇就是缘分，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。”心里却在暗想，你要是真能趋吉避凶，还至于被拦路抢劫吗？我看你是想找人当你的保镖而已，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要找人弄死自己，还要鸡毛趋吉避凶啊！没想到书生直接跪地抱着我的大腿哭了起来：“大哥呀，求求你把小人带上吧，这一路走来老是碰上拦路抢劫的，差点连裤衩子都被抢了，千万不要丢下我呀！”我也有点无奈，这货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，直接拒绝脸面上说不过去，还是得找理由甩掉的好。那你说说你能帮到我们什么吧？书生面露喜色：“不瞒大侠，小的家就住在玉山城，以前是跑商的，所以对那里的势力分布了如指掌。”我听了也是心念一动，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就当做是你入队的测试，你知不知道先天血盟在玉山城的实力配置？书生听后一惊，随即抱拳说道：“他们在玉山城可是硬茬，就连城主都要拒他们3份，要是几位去和他们作对的话，还请三思啊！”我抱着胳膊脸色平静，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要是告诉我们先天血盟的消息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带你去玉山城的。好的，小人马上告知。先天血盟，旁人只知道他们是秉承先天皇朝遗志的组织，具体阶层为1皇2圣3将军4神5魔6使者，其中1皇自然是疯子女帝。未等他话说完，李疯子上去就是一电炮：“疯子女皇什么时候加入先天血盟了？赶紧说玉城山现在是谁在管？”书生揉着自己的后脑勺，驻守在玉山城的是6尊石的虎尊使，至于他的情报，小人可以在回到玉山城后找人详细调查。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小心思？书生是打算用火尊者的情报换取我们的宝，这交易也只能做了。希望你打探的情报值得我们护送你一程。书生一听也是欢呼起来，随即在自己的怀里摸索起来。为了感谢给大侠，小人帮各位算上一卦吧。说着就在怀里拿出一个银色龟甲，不是我吹，小人自幼便懂得卜算卦象，一定能帮到各位的。当即就拿着龟甲摇晃起来。陆希儿却吐槽：“你要是能掐会算，还会被强盗给打劫。”只见那摇晃的龟甲中掉了出3枚铜钱，众人全部好奇的低头看着那3枚铜钱。你这一卦算的是什么呀？只见书生将龟甲放回怀中，一脸微笑：“小人算的是天气，卦象显示今天一整天都晴空万里，没有半点。”话还没说完，瓢泼大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。一个山洞中，众人围坐在火堆旁瑟瑟发抖。我没好气的数落着：“你这口奶够毒的呀，你算的是黑卦吧？”李疯子也是来气，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这个人神神叨叨的，依老夫看直接抛下他算了。”我却在心中思索起来，这家伙虽然不靠谱，但似乎的确能探查先天血盟的情报，而且这家伙的毒奶黑卦确实玄乎，到时候让他奶上自己一句，我不就能顺利被嘎掉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拍了拍李疯子：“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我们还是把他带着吧。”听到我如此说，书生飞奔过来，直接抱住我的大腿。这位大侠急公好义，武道狭长，人帅心善，你是好人啊！入夜，我们一行人已经席地而睡。那说声去突然睁开双眼，随即起身朝着山洞外边去。刚走出山洞，一道人影就落在了他身前。那人影抬头看着他，低声道：“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书生轻蔑一笑：“看来你们对我的专业本领还是有所怀疑。放心吧，我已成功打入他们内部。”说着，周身发出点点金光，下一秒便化成一个妖娆妩媚的美娇娘。原来这女人是先天血盟的情报密探。那黑衣人再三交代着女人，这次的目标不简单，据说39城的城主就是被那少年一招就砍了。
我们就是担心他会对血盟不利，才让你接近他们探查底细。会不会是远古宗门派出的历练弟子？千万不要大意，女人无所谓的打了个响指，只要钱到位，我要查的人绝对不可能逃脱。还有这段时间你们好好的等待消息，一旦我刺探完毕，我会主动联系你们。说着转身就打算先回山洞，黑衣人在后面威胁道：“血盟交给你任务，那是对你的认可，千万不要敷衍我等。”女人随意的摆了摆手，而此时身后的大树上一只猫头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就这点实力还想探查主人的底细，到时候真要是惹恼了主人，估计主人随便摆摆手就把他们当杀子羊了吧。此时女人对身后的猫头鹰毫无所觉，周身散发点点金光，下一秒就又变回书生模样，只是被猫头鹰那杀人般的眼神盯着，她感觉自己后背一阵发凉，随即迈开步子跑了起来，估计是要变天了，气温下降，得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要紧。次日早上，我早早的就起来，打起了在地球用于锻炼的健身拳，心里也在盘算着，昨天因为下雨耽误了行程，今天估计就能到玉山城了。突然被起来的书生打断：“大侠这么早就起来了呀？”“对啊，昨晚睡得不踏实，所以就早早起来练个全体提神。话说，我们到玉城山还要多久？”“快了，快了，不远处就是秋义庄，我们今晚在那里的驿站落脚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晌午之前就能到玉山城。”突然山洞中传来一声大喝，差点将书生吓得原地去世，紧接着被一道人影撞翻在地。原来是露西儿见我在练拳，一脸小兴奋地跑到我身前想要学拳，听见我说可以教他，瞬间眼睛里都是小星星，却被刚出山洞的姚不悔拦住。那应该是聂先生的师门绝技，你这样不好。露西儿闻言叹了一口气，对了，我已经有师傅了，不能再投入聂哥哥的师门学拳法。我却笑着表示没问题，我这就是普通的健身拳法，我们老家那里只要肯学都可以教的。露西儿闻言瞬间大喜，姚不悔大惊，这只是家乡的健身拳法而已吗？李疯子也表示不解，还有想学就学的拳法。我继续解释着，当然是真的，不过今天要赶路，时间可能不多，你先跟着我打一套，完事我们再出发。姚不悔有些不好意思的上前表示他也想学，当然没问题，一起来吧。就这样，我带着他们一拳一式的打了起来。李疯子和书生却是坐在不远处看着，看着书生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。只见姚不悔和露西儿在打了一套拳后，周身金光点点，双双突破到了4叶初期。一旁的书生看着这一幕，震惊的张大了嘴巴，就只是跟着练了一回拳，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晋升了。那位大侠到底做了什么？难道说他已经是10叶高手了？看着我身后金光凝聚的花瓣，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这种技艺更胜传说中的仙人灌顶，10叶高手肯定做不到，只有突破了叶的限制才能做到。在一旁的李疯子见状也快步向我跑来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种机遇自己可不能浪费。就在这时，突破带来的快感终于过去，两位妹子面色潮红的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这可给我吓一跳。千万不要碰瓷啊！聂先生的拳法太过玄妙，我只能领悟到这里了，还请先生不要见怪。不行了，突破之后太舒服了，脑子都晕乎乎的。我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难道修仙者的身体都这么虚吗？我还是先去给几位准备早饭吧，吃完以后我们继续。见我们已经结束，李疯子失落的跪在地上，懊悔自己没有跟着一起练，早知道跟着练一遍拳就能晋升，自己还端个屁的架子，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。吃过饭，我们一行人就继续上路了。下午时分，走在前面的书生回头指着前方，聂先生前面就是秋义庄了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你说的秋义庄就是上下的那些房子吗？比起庄园内更像是镇子。书生连忙解释，秋义庄是搭建在高山上，山下那些其实就是一个小镇。秋义庄建立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了，以侠义豪情、锄强扶弱著称，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。我看着前方若有所思，想来那庄主也应该是个高手吧，既然是个高手，说不定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弄死我。不过听书生描述，那庄主应该是个好人，那自己也不能像个愣头青一样冲过去求死，还让他背上个滥杀无辜的恶名，作死计划暂时搁置吧。而李疯子这边，自从知道要去秋义庄以来，一直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姚不悔见状，上前关心的问道：“师傅，我看您神情似乎不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”李疯子连忙摆着手，敷衍了过去，心里暗叹了一口气。当年自己被追杀时，这秋义庄老庄主站出来为自己挡下了一部分追兵，现在几百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。就在李疯子思索之际，我转身向他招手：“今天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就在这里落脚吧。”李疯子抱拳同意，露西儿更是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刚进到镇里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就议论纷纷。原来过2天就是邱老庄主的寿宴，而当朝9大太傅更是送来了贺礼。李疯子闻言震惊不已。当年9大太傅叛乱，邱老庄主第一个站出来给先天皇朝撑腰，如今怎么可能让9大太傅的鹰群到来？这是一定有蹊跷，自己要找个机会见一见老庄主才行。入夜，刚找了一间客栈落脚，就匆匆自己一个溜了出来。而此时的秋义庄内，一个白发老人正坐在庭院中喝着酒。昔年先天皇朝恩泽天下，四海升平，我秋义庄去也能活得逍遥自在。没曾想9大太傅谋朝篡位，现如今不孝子孙为求自保，居然依附9大太傅为虎作伥，可悲可叹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邱老庄主，数百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”一道人影缓步走来，当年晚辈落难，幸得老庄主出手相助，才勉强逃出升天。今天晚辈机缘巧合下故地重游，晚辈自然得前来拜会老庄主。老人看清这身影，顿时大惊，疯子女皇4个字脱口而出，当即跪在地上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陛下，老臣等的你好苦啊！来人正是化成女儿身的李风姿。李风姿上前扶起老人，邱爷爷，您当年与我皇祖父可是8拜之交，论资排辈我还得称呼你一声叔公，而且你当年对我还有大恩，我怎么受得了你这大礼啊？李风姿一路将老人扶到书房的椅子上，才问出心中疑惑。
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何你的身体会受到如此重伤？老人叹了一口气，家门不幸，当年陛下藏身邱义庄一事被9大太傅知晓，事后他们便借故上门寻衅，老夫虽然挡下几人，但最终还是老了。李疯子闻言，当即躬身行礼，邱爷爷大恩，疯子没齿难忘。老人却是摆了摆手，可惜老臣的子侄们的风骨早已被9大太傅打断，这些年当鹰犬倒是当得尽职，如今我已被架空软禁在了小院之中，他日要是下了皇权，也无颜面对先皇。说着就四下张望，对着李疯子招了招手，悄咪咪地说道：“老臣已经是废人一个，但是因为守着一个秘密才残喘至今。这个秘密关乎先天皇朝，还请陛下莫要辜负老臣一片心意。”画面一转，李疯子已经幻化成老头模样，坐在客栈，一脸愁容地叹着气。这一幕看得我们心中疑惑。露西儿吃着饭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昨天吃坏肚子不舒服吗？”为师只是有些事想不明白。你吃你的。原来那邱老庄主将一件秘宝藏在玉山城，昨晚已经告诉了李疯子藏宝地点，而他正在纠结要不要拿着秘宝跑路，可他又不忍心将老庄主一个人丢下继续受折磨。此时我为李疯子夹了一块肉放在他碗里，看李老先生眉头紧锁，应该是心中有什么郁结无法散去吧。跟晚辈说说，没准晚辈能为你分忧。前一秒还摆摆手想敷衍过去，下一秒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看着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决定还是说一说吧。我倒了一杯茶让李疯子慢慢说，李疯子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姚不悔和陆希儿听完就表示，邱老庄主急公好义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杀进去救出老庄主，然后再让聂哥哥为老庄主治伤。李疯子当即反对，对邱义庄而言，我们就是小猫小狗，想弄死我们分分钟的事。况且老庄主双腿和经脉断了数百，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治好？我挠着后脑勺，能不能治还得看过之后再说，没看怎么就知道治不好？听李先生说，这邱老庄主妥妥的是个好，我能帮却不帮的话，良心上过不去。嘴上这么说着，心里却在盘算，庄里的其他人就是一群坏蛋，等治好了老庄主，再找机会激怒他们，那我的作死计划不是妥妥的能成功？李疯子在听完我的话后，直接就跪了下来，聂先生大恩，小老儿代老庄主谢过了。李疯子也是被我的言辞感动到了，都说魔道中人无利不起早，但是他刚才所言完全是出自真心实意，没有半分掩饰。难道是自己之前误会聂小天了？我一边搀扶李疯子起来，一边对着书生说道：“我们要逗留几天？你有要是着急的话，就先去玉城山吧。”书生连忙表示自己不着急，就在这里等你们就可以。陆希儿向我问道：“聂哥哥，我们和邱义庄没什么交情，怎么混进去啊？过几天不是邱老庄主的寿宴吗？我们准备上山给他老人家贺寿就行了。”寿宴当天，前来为老庄主拜寿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总有一些正义人士愤愤不平。9大太傅当年为了取得先天皇朝秘宝，不惜重伤老庄主，现在又派手下前来贺寿，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。看看那邱作飞，自己老子被打成废人，他倒是能和仇家谈笑风生。说着叹了口气，邱老庄主一世英名，居然养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，只怕再过几年，整个邱义庄都要成为9大太傅的鹰犬。说话之人话音刚落，就被一脚踹翻，踹他之人正是九玄皇朝御史，一脸高傲的呵斥道：“九玄皇朝恩泽天下，岂是你可以随便评论的？”邱义庄现任庄主邱作飞连忙上来打圆场：“御史大人到来，邱义庄蓬荜生辉啊！今日乃家父寿宴，大人不要和这些小民一般见识。”那御史大人依旧不解气，重重的又是踢了一脚。今天是老庄主的寿宴，不宜见血，等过了今日，老子再和你算账。正在排队的我见到这一幕，灵光一闪，我去，一言不合就拔刀的火，终于是被我找到了。这御史大人一看就是个大坏蛋了，一会碰到他，稍微刺激他，说不准我的作死计划就成功了呀！终于到我们了，却被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拦住了。你是什么人？送的什么礼物？李疯子只是掀开箱子一角，箱子里就发出耀眼的金光。我们只是散修，听闻老庄主寿宴，特别准备了一些薄礼前来道贺。那管家见到箱子里面的东西，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这是我们从百年棒精体内得到的碧海潮生珠，还望大人行个方便。说着就拿出一颗珠子放在管家手里，管家立马就将珠子放进了自己怀里。随着我们的进入，姚不悔和陆希儿还在愤愤不平，将这种珠子送给这种鹰犬，真是不值得。我则是无所谓的表示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而且就这种玻璃珠子，只要我想，随随便便做出来几百颗都不成问题。妹子二人当即就被我的慷慨所折服。画面另一端，邱义庄庄主正一脸殷勤地伺候着御史大人，御史大人一脸享受地接过茶。不知你打听到那个秘密没有？9大太傅可说了，他们耐心是有限度，不介意邱义庄成为历史。邱作飞听得冷汗直流，再给小人一点时日，一定能探出先天秘宝下落。就在这时，那管家一惊一乍地跑了进来，手里捧着我送上的玻璃珠。少庄主，刚刚有几个散修献上碧海潮生珠，小人见这珠子不凡，特来禀报。邱作飞满不在乎地顺手拿出一枚，下一秒震惊得合不拢嘴。卧槽，这珠子里面蕴含着精纯的灵气，要是能将珠子里的灵气完全吸收，绝对能晋升好几阶。他们就只送来了一袋子。的确是有一袋子，嘴上虽然说着一袋，手上却比划着2。邱义飞也是秒懂，看来管家也不是傻子啊，随即将宝物拿到御史面前献上，还望御史大人能再宽限小人几日。御史随手拿出一颗珠子观察，下一刻面色大变。根据情报，贾仁义就是被这珠子的主人击败后，又被先天血盟击杀，没想到元凶自投罗网，今天我就让他有来无回。邱义庄宴客大厅宾朋满座，陆希儿这个吃货早已按耐不住想要先吃2口，却被李疯子无情地打了手掌。你这孩子什么都敢随便吃，仔细感知一下，就能发现有好几名高手正在暗中注意我们。
还有门口那几个人，明显是专门伪装成家丁的高手。看来是邱作飞早就对我们有所防备，而此时的我正在东张西望熟悉环境，随后悄咪咪地对他们师徒3人说道：“李老先生，你应该熟悉邱义庄的布局，等会我和不悔希儿2位姑娘引开他们，你趁乱离开，救出老庄主。”就在这时，有人终于按耐不住向我们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抬手就向着我攻来。我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大拳头，心中暗喜，终于来了，一言不合就拔刀，这才是修仙者的日常操作吗？只听见砰的一声，那大汉却是飞了出去。动手的不对，动脚的是姚不。这一幕将在场的众人惊呆了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一个小女娃一脚就将一个午夜舞者踹飞，她是怎么做到？而姚不悔却对着我施了一礼，不悔实在是看不得有人对先生不敬，还请先生谅解。我满脑门黑线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谢过不悔姑娘替我解围了。此时听到动静的管家匆匆赶了过来，对着我们就大喊：“这几个人肆意扰乱老庄主的寿宴，还请大家帮我抓住他们！”修仙世界确实还是有几个有血性的，捏着拳头就要对我们动手。姚不悔和陆希儿也是不惧，摆好架势就准备大干上一场。聂哥哥教我们的拳法可不是吃素的。李疯子一见这架势，也是有些担心自己的2个徒弟。我在一旁连忙提醒他赶紧去找老庄主。李疯子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转身就走，还请聂先生照顾好我2个徒儿。说着，姚不悔和陆希儿已经和他们战作一团。片刻功夫后，姚不悔和陆希儿站在我的2侧，我则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，这就趴下了。这么弱鸡也能算是修仙者吗？那个谁，你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是他们找茬讨打，你不但不制止，还怂恿他们围攻我们。那管家已经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浑身颤抖。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，我们本无权过问。出了这样的事，主要责任还是我们邱义庄怠慢了各位。为了表示歉意，特奉上邱义庄珍藏佳酿。说着就将手里的酒递给我，我就闻了一下，就知道这酒有问题，闻上去似乎是鹤顶红。我也是无了个大语，好歹是修仙世界，下毒就搞个鹤顶红，也忒没创意了。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见桌子上的一盘牛肝，而且这解药就在桌子上，这群人有没有脑子？当即就吃起了牛肝。我还没吃饭喝酒前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不过分吧？随即一脸轻松的就将那杯酒干了，随即打了个酒嗝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呼出的气体却是剧毒，让我身前的管家众人直接躺了板板。何人敢在我邱义庄闹事？一道震耳欲聋的大喝响彻整个大厅。只见那邱义庄现任庄主周身弥漫着强大的真气，高高浮于半空。看来几位是故意闹事，那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而此时一处偏僻的房间内，老庄主心中疑惑，怎么会有如此骚动？下一刻，化为女儿身的李风姿突然出现在他身前。邱爷爷，我是来救你离开的。只是李风姿话音刚落，一个手拿宝剑的身影突然出现，周身迸发出巨大气势。本官早就知道你们会趁乱来救这老匹夫，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今日就将你这先天血盟的余孽拿下。只见邱义庄现任庄主周身弥漫着强大的真气，高高浮于半空，俯视着我。你们擅闯邱义庄就是为了救走那个老匹夫？姚不悔看着那悬于半空的邱义庄庄主，银牙紧咬，他的实力似乎在7叶左右，我们千万不能大意，比之前的3、9成城主差了1叶，怎么气势上比那个城主还要强？居然拿假仁义和本庄主相提并论，这一战你们注定会死得很惨。我看着也是心里有点突突，这架势确实比那个只知道骑着妖兽死追自己的城主强啊，可他境界明明没有那个城主高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只听那庄主大喝一声，秋意萧瑟正气，只见以他为中心点点符文亮起，形成一个能量漩涡。看到这一幕的姚不悔终于是想起了什么。之前师傅曾提及过这秋风萧瑟阵，像这种扎根某地多年的势力，会使用阵法借助地脉之力提升实力。我听的也是一惊，卧槽，这么说来他的实力不止7叶。没错，一旦阵法启动，他的实力会暴涨数倍。下一刻那庄主哈哈大笑起来，现在才反应过来晚了。姚不悔和陆希儿2位姑娘提剑就向着那庄主攻去，先拖住他，麻烦聂先生趁机找到破局方法。那庄主眼中杀意更浓，就凭你们还想破阵？而此时李风姿这边也已经跟那御史交手，却是被那御史一拳打退数米。老庄主也明知自己就是个累赘，恳求着李风姿将他丢下。御史也是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，这李风姿就是失踪了数百年的风姿女皇，心中大喜，要是杀了她，自己肯定能得到9大太傅的赏识。当即提刀就向着李风姿杀去。李风姿也是不敢怠慢，想要本皇人头，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单手捏诀，一道金色能量就迎了上去。画面一转，邱义庄庄主单手捏住袭来的剑尖，另一只手一拳就打在陆希儿身上，将她击飞数米。小丫头们实力确实不错，但终究只有4叶而已，在绝对实力面前根本无法扭转战局。姚不悔银牙紧咬，丝丝血迹在他嘴角流出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说着，他手中的长剑瞬间分裂成无数碎片，向着那庄主袭杀过去。没想到却被强大的真气全部震开，随即就向着姚不悔杀去。我看着也是着急了，随便在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一物，就向着那庄主扔去。孙贼，接招！那庄主的全力一击全部打在了我抛出去的大铁锅上，下一秒直接被铁锅震飞了出去。我看到这一幕也是大惊，这铁锅果然是有问题。当时自己没被天劫电死，也没有被姚不悔砍死，应该就是这锅的锅。我看着屋顶那被砸出的大窟窿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叫着姚不悔和陆希儿就往外边追去，赶紧跟过去看看，能补刀就给他补个刀，别让他回过神来把我们绝地反杀了。李疯子这边正在与那御史僵持，眼看就要不敌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那御史不知被什么东西砸了个正着，待烟雾散尽，原来是那邱义庄庄主，浑身电光闪烁，趴在御史身上一动不动。这一幕也是看得李疯子与老庄主2人震惊，老头心里暗想，陛下身边还是高人多呀。此时我们一路追着那飞出去的庄主也是正好赶到，化为女儿身的李风姿见到我也是冷汗直流，我见到他也是有点惊喜，女侠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你。姚
姚不悔凑到我耳边悄咪咪地问我：“这姐姐是谁？”这位啊，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位朋友而已。而我心里也有点怀疑，怎么总是李老先生不在这女侠才出现？这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当即拱手问道：“想必这位就是邱老庄主吧？我们是受同伴所托前来解救您的，不知这位女侠是？”李疯子闻言，转头拼命地对着老庄主使眼色。老庄主会意，这位只是老夫一位故人的孩子，听闻老夫受困多年，特意前来救我出去的。而李疯子一边将老庄主放下，一边说着：“我久闻邱老庄主一直被他不孝子羞辱，便打算前来救他。看来几位与我也是同样的想法。”姚不悔拱了拱手：“这位姐姐原来是同道中人了，不知姐姐尊姓大名，可曾见过我家师傅李疯子？我刚才寻找老庄主的时候，正好见到一名老者正在与几名家丁交手，想必他就是你们口中的师傅吧？”说罢，就飞离地面逃也似的离开了，看得我一愣一愣的。上次捡到他的时候还说再见一定取我狗命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看着李疯子离开的背影，姚不悔也有些疑惑，怎么看着他会有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呢？事前解决，我们迅速将这二人捆成了粽子，我也静下心来为老庄主把脉。没一会的功夫，李疯子就在门口窜出：“你们已经救出老庄主了吗？”徒弟二人当即上前质问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？还有，你跟别人交手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”李疯子心虚的挠着头：“就是收拾了几个臭鱼烂虾而已，我绕了好久才找到这里。”聂先生给老庄主把脉诊治，结果如何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经脉堵塞而已，想要重新站起来并不是什么问题，至于恢复功力我就没办法保证。闻言，李疯子面露哀伤：“也罢，先让邱爷爷恢复行动能力，大不了以后我为他养老送终。”我们一行人救出了邱义庄老庄主，但他修为被废数百年，我只能拿出压箱底的宝贝，打算为他治疗一番。邱老庄主静脉堵塞多年，气血几乎停滞，需要以文武双火来让他静脉重新焕发活力。先以活络药酒点燃，快速唤醒老庄主体内经脉的同时，也能让其快速焕发活力。接下来便是无火，文火醒经，无火通脉，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而此时旁观的李疯子师徒三人已经沉浸在了药酒的香气中。随着我的手在老庄主背上一抓一拍，老庄主直接一口陈年老血吐了出去。我也是累得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没想到一回头吓了一大跳，李疯子师徒三人满脸潮红的瘫倒在地上，显然是沉浸在突破的快感中。下一秒，更为震惊的一幕出现，只见老庄主高高悬于半空，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，居然突破了夜的禁锢，成为了一花境界的高手。片刻后，身体落于他那不孝儿子身前。老子这几年重伤难动，你趁这个机会不但将老子软禁独揽大权，老子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对九玄皇朝卑躬屈膝，鱼肉山下百姓，哪怕你是老子的亲儿子也饶你不得。说着，一双大手就抓向了自己儿子。画面一转，我们四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饭。老庄主说他自己处理山庄的事情真的没问题，放心吧，老庄主在受伤之前就是一方枭雄，对付这点小事易如反掌。我们谈话间，姚不悔却在暗自思索着什么，自己明明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，为什么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一样，而且好像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见过。师姐，你是胃口不好吗？那我帮你把菜吃了吧。说着就嗖嗖的一顿风卷残云，给姚不悔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就在剩下最后一块肉的时候，陆希儿的筷子被拦住了。希儿啊，我只是在想事情，可没说不想吃东西啊。可是这些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你胃口不好就别浪费了。俩人就这样僵持着。李疯子见状心中酸楚，这两个孩子跟着自己确实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，今天终于吃上一回，难免会发生一些合理的竞争，就让他们互相练练手吧。下一刻，那块肉被弹飞了出去，姚不悔反应快一些，高高跃起，稳稳夹住那块肉。陆希儿情急之下伸手就抓向姚不悔的衣襟，姚不悔人在半空，当即就重心不稳，直接被陆希儿拽了下来，没想到直接砸在了我的身上。好巧不巧的，那女性特有的硕大部位直接砸在我脸上。那个不悔姑娘，能否麻烦你起个身？我有点喘不过气了。姚不悔慌忙起身，羞红着脸：“对不起，聂先生，是我太失礼了，我不好意思挠了挠头，只要姑娘没摔伤就好。”就在这时，老庄主匆匆赶来，老夫刚刚处理完庄内的琐事，招呼不周，还请各位包涵。你现在就伤刚刚痊愈，还是以休息为重。老爷子将自己的胸膛拍得啪啪响，经过你的治疗，老夫多年的顽疾已经完全消退，境界更是提升不少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有需要邱义庄的地方，老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连连摆手，要是老庄主也愿意帮我一死，我倒是会很感激。听闻是李道友提出请求，聂先生才会出手，老夫谢过道友了。李疯子也是拱手客气着，下一刻眼中出现双瞳。老庄主见状大惊失色，这是只有先天皇族血脉才能启动的璞玉重瞳，难道他就是陛下？当即跪地，道友大恩，还请受老夫一拜。陛下蛰伏这么久，如今复出，定然是找到足以击败9大太傅的强援，难道是这聂先生？想到此处，对着我就是一拜，我可受不起这一下，连忙扶起老庄主。关于先天血盟在玉城山的据点，你可有情报？先天血盟似乎要在玉城山搞一个比武大会，就连9大太傅都被惊动。李疯子震惊，难道先天血盟打算与九玄皇朝撕破脸皮生死决斗？并不是，先天血盟放出消息，比武大会的优胜者就会获得先天皇族秘宝潮海珠坠。师傅，难道你知道潮海珠坠是什么东西？多年前，先天血脉的先祖镇压群魔，建立了先天皇朝，并传下包括潮海珠坠在内的4件法宝。传说几件法宝单独使用平平无奇，但要是将之集齐，并以先天血脉驱动，威力足以毁天灭地。可惜的是，9大太傅谋夺先天，4大秘宝也不知所踪。现在先天血盟放出风声，老夫总觉得其中必有阴谋，他们估计是要钓什么大鱼，所以才把它拿出来当奖品的。我话音刚落，老庄主扑通一声又跪了下来。卧槽，老庄主你这是要干嘛？老夫有一事相求，如今第9太傅正在前往玉城山的路上，还请聂先生出手相助，将那潮海珠坠夺回来。我这人也是一个热心肠，所以就答应了下来。
这可将老头激动的都快哭了。邱义庄正好有一眼泉水，能助修行者通脉畅气，几位不妨试试。这可将爱干净的两位姑娘激动的不行，一路舟车劳顿，终于是可以好好洗个澡了。后山露天温泉里，我正一脸惆怅，自己这是在这个空间里读了100年的书，怎么突然就有修为在身了呢？真要是这样，又是在什么等级？又得找什么一样的高手才能顺利砍掉？趁现在还没和反派对上，先试试自己的实力吧。此时另一边的露西儿正趴在墙头偷看，姚不悔看着他不解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刚听到聂哥哥那边有动静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放心吧，就凭聂先生的实力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话音刚落，就被一股气浪震飞了出去。他奶奶的！我也被自己搞出来的动静吓了一跳。完了完了，老庄主不会让我赔钱吧？眼角余光好像瞥见了什么东西。姚不悔和露西儿两人正一脸羞涩的看着我，被这无限春光惊的下巴都快掉了。这也换来了两位姑娘惊天动地的尖叫声，两道血柱也是直接在我鼻子里喷了出来。这边李疯子和老庄主正在夜谈，要是没有聂小天，今天恐怕我们都得折在这里。对了，不知你府上还有没有先天皇朝御用的谕旨御宝？陛下这是要以风姿女皇的身份，像我们这些就臣子下达谕旨，这是我以风姿女皇身份下达的最后一道旨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你就带我向天下昭示，不悔是我妹妹的亲生孩子，她便是我先天皇朝下一任君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拜别了老庄主，老庄主却拿出一件宝物要送给我，我笑着接过，心里却不爽，我还想着送个死呢，你送我个保命道具干毛线啊？客栈里，书生等了1天1夜，已经着急了，他们不会是折在秋意庄了吧？忽然传来了露西儿的声音：“驴子姐姐，我们回来了。”整理完，我们一行人再次向着玉山城的方向前进。我则是拿出针线修补起了老庄主送的那件宝物，虽然自己用不上，但是作为强迫症，看着上面破破烂烂的，还是想要修补一下。修补完，随手丢给了李疯子，这东西我用不上，你看看两位姑娘谁合适送给他们吧。接过岐黄软甲的李疯子开启重瞳细看，下一刻差点闪瞎他的眼睛，捂着眼睛满地打滚。没想到经过我的一阵鼓捣，岐黄软甲发生巨大变化，里面的防御、反震等法阵都得到了加强，而且还多出了自动清洁功能。李疯子心有余悸地看向我，这宝物真的给我们了吗？我笑了笑，当然了，我用不上，还是给你们更合适。随即李疯子将岐黄软甲递给露西儿，你师姐已经有离合剑了，而你还没有一件合适的宝物，这软甲就给你吧。不过这软甲不是凡品，还是先找个地方认主要紧。片刻后，我被蒙上眼睛，坐在山洞中。认主是可能需要聂先生的力量，但男女有别，还请聂先生包涵。哇靠，你这认主的法子是正经法子吗？好了，希儿，现在就让软甲认主。凝神闭目，让灵气与软甲共舞。只见软甲发出阵阵灵光，化为虚影映照在露西儿身上。只是露西儿却是很痛苦的样子。软甲品阶太高，不接受露西儿的制约，要反噬他。李疯子见状，直接将我推了出去。希儿灵气不足以压制软甲，还请你将功力灌注到他体内，助他收复宝物。这活咱也没干过，这能学着修仙小说哪一样？用掌心传递，双手直接抵在露西儿的背上。只听见露西儿一声呻吟，叫得姚不悔和李疯子一阵无语。下一刻，那软甲气灵慢慢凝聚于空中，随后围着我和露西儿疯狂绕圈。我们二人都被这一幕感到不解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妹纸怎么从软甲里面出来的？那气灵妹子凑到我们面前，张嘴就对着我们二人叫起了爸爸妈妈。哇靠啊，这是在乱叫什么呀？爸爸妈妈可不是能随便认的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那原本还是御姐范的气灵，瞬间变成了一个奶萌奶萌的小女娃，随即在空中向着地面跌落下去。露西儿于心不忍，上前抱住了她。躺在露西儿怀里的萌宝嘴里还在咿呀的叫着妈妈，这可给露西儿弄了一个大红脸。我不是你妈妈，要当妈妈可是要那个的。不过聂哥哥为人那么好，要是和他那个也不是不行。就在露西儿还在歪歪的时候，李疯子咳嗽了2声，看来这期黄软甲认主成功了。我赶紧上前问出心中疑惑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这小家伙突然喊我们爸妈呀？这解释起来也不是那么匪夷所思。之前聂先生修补软甲的时候，气灵也顺势而生，之后又灵气输给希儿，这也导致沉睡的气灵醒来，所以气灵体内存在你们2个人的灵气，认主之后变化做婴儿状态。所以在某种角度而言，你们2人的确是气灵的父母。我心里暗暗叫苦啊，修仙世界也能喜当爹的吗？露西儿也是有苦说不出，自己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就当妈妈了？此时躲在一旁的书生心里好奇，这么热闹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。不过看他们事情已经解决，应该很快就会动身前往。此时玉山城先天血盟据点中，为首男子收到书生的情报，血盟大会举办在即，不能有半点变故，建议动用所有力量将那年轻人格杀。书生愤出的一落神念化形而出，情报还没谈听清楚就想干掉人家，正好我这里有一点新情报，听过之后你们还打算去找死的话，悉听尊便。你愤出神念就是为了跟我们说这些无关紧要的，我只是单纯想要嘲笑你，要不然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要是只有你们几个的话，还是赶紧洗洗睡吧。那个聂小天实力非凡，跟在他身边的3个人，短短1天时间境界就飙升了一个大境界，而且不但治好了老庄主的旧伤，更是助他晋升为一花高手。好了，这分身该消散了，他们大概还有半天左右就会到玉山城，建议你们好好准备一下，免得到时候自己死得太惨。为首男子如临大敌，当即下令向总盟申请支援，联络火尊者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一花高手啊，卡了自己数百年的瓶颈啊，那小子竟然轻易就能让那老匹夫打倒，这等高手为什么只是区区散修而不是我血盟的人呢？我们一行人
人终于到了玉山城，因为先天血盟组织的比武大会奖品太过诱人，已经引来了周边各国的窥视。这次比武，周边各国的高手也会参加，而且城外宝藏无数的一处古迹也对外开放。只不过那古迹凶险，这么多年去的人多，回来的人少。我心中暗喜，要是血盟那帮瘪犊子弄不死我，就去那古迹中看看。由于天色渐晚，只能先找个客栈住下。可看着这么高大上的客栈，住一晚的话肯定不便宜啊！再次拿出随手做的玻璃珠丢给书生，出来的太急，没带现钱。这个东西你看看能当多少？之前就知道这玻璃珠值钱，但不知道具体值多少，就让这个憨逼帮自己探探路吧。书生拿着玻璃珠仔细端详，下一秒传来一声惨叫，我的眼睛被晃瞎了。片刻后，我已经躺在客栈豪华客房的大床上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一个玻璃珠就能够换这么多钱，要是在这里拓展一下销售渠道，下辈子的钱财估计都花不完。到时候有钱有粮，就可以努力习武，成为武道强者。本来回去高考也是为了完成目标，在这修仙世界里完成不是更香吗？只是过了这100年时光，有点想念爸妈了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自己呢？应该不会吧，他们那边应该只过了个把小时才对。这里的高手要是能把我打掉，我就安心回家；要是死不掉，就在这里混下去，也是能走上人生巅峰的。就在我歪歪之际，那书生已经化为真身，站在门外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。这小子一看就是不知道世道险恶的主，只要自己稍微放点福利给他，保证他连族谱都能给我说出来，说不准还能赚上一大笔外快。随即敲门对我施了一贵客到来，本店招呼不周，特遣奴家为贵客梳洗沐浴。我看着他那巨大的私人用品，心中震惊。卧槽，难道这家店有什么特色服务？您是嫌弃奴家吗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掌柜的肯定会卖掉奴家的。奴家家里还有一个800岁的奶奶要养，我也是看不得女孩子哭，只能先让她进来。坐在浴桶中的我满脸无奈，究竟是这客栈不正经，还是自己不正经呢？竟然服务的如此到位，总觉得那姑娘怪怪的。就在我闭目养神之际，那姑娘只穿了一件薄纱走来。水温合适的话，奴家来为你擦背吧。未等我回答，已经迈入了浴桶中。我可是单身100年的小伙，万一控制不住自己，你可不要怪我呀。客栈的服务宗旨就是宾至如归，只要客人开口，奴家不管什么都会做，而且一定会让客官尽兴哦。我轻笑一声，什么都愿意做是吧？那我们就练一练吧。我拿起毛巾在手里甩着，你不是说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来呀，接我一招。之前都是自己耍，从来没和人动过真格的。言罢，我运起真气，一招抓奶龙抓手就向着妹子抓去。那妹子连忙闪身躲避，由于动作太大，那身上的薄纱意外滑落，我直接就抓在了那团柔软上，羞得妹子满脸通红，我也是鼻血直冒。紧接着一掌将妹子击飞了出去。那妹子也终于是反应过来，你早就看穿我了吗？一开始我就所有察觉，但是你的演技确实非常到位，要是我定力再差一点，我还真不一定忍。不过恰恰是你过于到位的演技暴露了。你说自己是一个家里还有一位老人要养的良家少女，可你在和我一起洗的时候没有一丝娇羞，这样的演技怕是惯犯了。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血盟的探子吧？妹子被我拆穿也不再做掩饰，轻笑一声，山水有相逢，日后再相见。随即丢下2枚烟雾弹，转身就要溜走，下一秒却被一口铁锅击中后脑勺，直接昏死过去。我看着昏睡过去的妹子，不免有些失望，一下就晕了，这实力也不怎么样啊，还是先把她绑起来吧。李疯子师徒3人听见打斗声破门而来，只是眼前的一幕让他们3人一惊。我只穿个裤衩，拿着绳子用力地捆绑着一个姑娘，客栈里只传出来一声淫贼，就只有乒乒乓乓的声响。我被揍成了一个猪头，跪在地上，老老实实交代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。姚不悔傲娇的双手抱胸，露西儿一脸不好意思地道着歉。李疯子上前查看着那姑娘，先天血盟已经派探子来了，我们以后得多留点神啊。我则上前表示，我们可以利用他套一些先天血盟的情报。就在此时，那姑娘悠悠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们一老一少2个男人，一脸邪恶不怀好意地看着她。我在房间和李疯姿奋斗了一夜，被掏空的我刚出门就差点原地去世。只见姚不悔黑着眼圈无精打采地向我走来，我连忙上去为他把脉，这脉象明显是受到了惊吓所致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随姚不悔来到他的房门前，刚打开门就被里面的一幕吓了一跳。妾身终于等到你了！只见那情报密探万小志张开双臂向我扑来，直接将我扑倒在地。这一幕把姚不悔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只见那万小志骑坐在我身上，脸上满怀期待。官人，点我，快点继续点我吧。姚不悔在一旁连忙解释，原来昨晚这密探晕过去之后，半夜突然就醒了，还一直鬼叫，吵得他们整夜没有睡好。本想将他打晕，可是他们连护体真气都打不破。我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其实是我故意的。昨天晚上那不但是逼供，而且还帮他疏通了经脉，助他晋升。我可是个好人啊！虽然前半段的确是单纯的让他痛而已。修仙中人最看重的是自身修为，自己助他提升实力。这么大的诱惑，就看他怎么站队。我话音刚落，那女密探万小芝当即表示生是我，死是我的鬼。我想让他干嘛都行，而且一脸羞涩的表示还想让我再来上几次。就在这时，李疯姿穿戴整齐推门而入，表示李疯子要去调查先天血盟的情报，临行前请求他协助我们。我听到这片小孩的说辞，心里不免细想起来。虽然看出来李老先生和这位女侠关系匪浅，但是疯子和子枫这2个名字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不及细想，我们4人已经围坐在一起商量起来。万小芝当即举起手报告，这次比武大会要求境界最起码要1花以上，这2个小丫头实力差了点，到时候只能站在边上看戏，说不准还要分心保护他们。2位姑娘一听，顿时不服要打一场试试，却被李疯姿打断，你们实力还没达到1
化，到时候确实难以自保。不过聂少侠要是愿意帮他们疏通经脉，让他们的实力能够提升到足以自保的程度，到时候哪怕场面混乱，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。不知道少侠是否愿意？我此刻正带着3位美女来到比武大会现场，现场早已人山人海。突然天上落下一块巨石，在离地面还有 0.01毫米时停下。只见那先天血盟的红尊者端坐在巨石之上，人道的还不少，看来各位还是挺给血盟面子的。闲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预赛。只要像我这样在试镜石上砸一拳，而没有被震飞，就能与试镜石产生共振，还会看到一些不可描述的幻想。共振坚持的越久，也就代表资质越高。我看着那些被震飞的参赛选手，顿时觉得那石头不那么简单。李疯子表示自己最关心的还是红尊者口中的共振和幻象是什么。此时终于轮到了姚不悔，他站在试镜石前方，屏气凝神，将所有灵气汇聚于左拳，紧接着一拳直接砸在了试镜石上。一瞬间，一股反震之力袭来，姚不悔只感觉眼睛一花，再次睁开眼睛时，自己已经身处一片幻境之中，而幻境中我的身影慢慢浮现，一步一步的向他靠近，直接上手搂住他的腰。姚不悔看着我那慢慢靠近的脸，有些震惊，难道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吗？聂先生古道热肠，真要和他那个也不是不可以。随即张开双唇，直接凑了上去。片刻后，姚不悔面脸潮红，浑身无力的从幻境中苏醒。众人见状连忙询问有没有事，没什么，身体有点使不上力气而已，你们一会也要小心。露西儿信心满满的表示自己没心没肺的说不准一会不可能出现幻象，打脸来的就是快。下一刻我也在他的幻境里出现，就那样紧紧的抱着他。露西儿也是满面潮红，这给我看的一愣愣的。终于轮到我们疯子女皇了，下一秒幻境中的我已经将李疯子包围，他也是心中不解，难道自己已经对我动了心，还是因为那次双休呢？虽然很可耻，但是这感觉为什么这么舒服？片刻后，李疯子也终于在幻境中苏醒，我看到这样一幕，也终于确定了那块是镜石有猫腻。此时的火尊者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下的聂小天这个深浅不明的高手，到底会给自己什么惊喜？我走到试镜石前，二话不说一拳轰出，那是镜石慢慢碎裂，紧接着发生爆炸，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而此时火尊者手里收集而来的灵气也是不堪重负，满是裂痕，下一秒啪的一声碎裂开来，灵气也是回归到众人身体。火尊者心中骇然，聂小天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？只是一拳不但毁了试镜石，还把自己收集的灵气全部震碎，简直就是个妖孽啊！无奈只能准备第2块试镜石。终于预赛顺利结束，正式比武环节也拉开序幕。漠北巨锤门对战我方纯散修队伍，巨锤门走出一位身材魁梧手拿双锤的女人。姚不悔见状心中骇然，这魁梧的姑娘似乎有4花巅峰修为，比我们修为都要高，这要怎么办？只见李疯子提剑缓缓走向擂台，这个女人就交给他来解决吧。那女人闻言大怒，周身灵气环绕，你不过区区一名散修，老娘一锤将你锤成肉酱！随即提着双锤就朝李疯子攻去。李疯子弓腰轻松躲过，顺势横扫出一腿攻击那女人下巴，接着朝女人刺出一剑，只见一点血光闪过，那女人胸口已然受伤，待到稳住身形，看来你值得老娘全力出手。李疯子英姿飒爽，剑指前方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乖乖认输吧。话音刚落，那女人歇斯底里，瞬间狂化，下一秒直接变身苗条美女。原来她修炼了一种秘术，平日里将灵气蕴藏在体内，这才变得魁梧，如今将灵气与肉身合一，体型变小，力量和速度也随之提升。擂台下方的吃瓜群众也当即表示，这才是他们爱看的画面。而李疯子与那女人再次战斗在一起，他深知自己在修为与力量上拼斗不过，但只要自己避其锋芒，就可以一招制敌。随着他一剑刺出，那女人手里的巨锤应声而落，胸口处也是再次负伤。李疯子眼疾手快，一掌拍在他的肚子上，直接将他击飞出擂台。这场比试也终于落下帷幕。露西儿见此高兴的不要不要，我也感到高兴，看来凭你的实力，把剩下的3人一起收拾了也不是问题。李疯子脸色凝重，若是对上另外几人，自己还真不一定能赢得这么轻松。闻言，我撸了撸袖子，既然如此，你先休息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来这里这么久了，难得碰上高手，当然要好好体验一下。我的时间非常值钱，你们几个一起上吧。自己独自一人对战巨锤门3位高手，一名五花中期拿着大锤，一名五花初期拿着双锤，另一名也是五花初期拿着流星锤。看着他们拿着的武器，我也是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叫巨锤门了。此时看台下偷偷溜进会场的一驴一鹰，正一脸兴奋地为我加着油，更是让我把这些骚蹄子通通干翻。3个妹子也是一脸担心，怕我同时对上3个五花高手会有点勉强。李疯子对我说道，刚刚与他们交手时，发现他们用的那些大锤似乎是什么特殊材料锻造，不但能牵引自己体内灵气，还能轻易撕开自己的护体真气，叫我千万小心。我闻言，看来确实得小心应对了。只见那3人同时向我攻来，我轻松躲开，先避其锋芒，再找机会逐一击破。那裹挟着灵气的巨锤击在地上时，灵气却慢慢向着地下汇聚，直接汇聚到了火尊者身上。擂台上的我也是轻松的躲避着3个妹子的攻击。突然擂台下方的2道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卧槽，这不是那个坑爹的系统猫头鹰吗？还有那个穿着花袄的小姐姐也是有点眼熟啊。就在我愣神时，那3个妹子终于找到机会，拿着大锤就向着我砸来。砰的一声，那砸在我后背的大锤轰然碎裂，我也缓过神来，感觉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。卧槽，搞偷袭，泥人还有3分火气呢。我运起灵气就打算速战速决，看台上的火尊者突然交呼出声，没想到聂小天的灵气这么厉害，而我一步一步的向着那3个妹子走去，周身灵气环绕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2个妹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已经趴在地上昏死
死了过去，紧接着出现在了最后还站着的妹子身前，直接把她扔飞了出去，然后将灵气汇聚到脚上，直接将擂台踏得四分五裂。火尊者也在我最后一击中达到了顶点，身不由己地喊出了一句：“我不行了。”随即浑身酸软地瘫坐在了椅子上。自己现在不但受了内伤，刚才收集到的灵气也全部被打散。聂小天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灵气。此时见我获胜，化成人形的小毛驴雀跃而起。我主人是最厉害的。我闻声看去，小毛驴心惊，卧槽，主人那表情是认出我们了吗？现在先撤，要是被主人抓到，我们肯定要被热吐的，没准还会被做成驴肉火烧。小毛驴转身就跑，露西儿隔着很远就挥手跟我们打招呼：“聂哥哥，驴子姐姐你们回来了。”只见我揪着猫头鹰的脖子走到近前，这驴子姐姐跟我生活了100多年，我还以为她只是一头普通的小毛驴呢，看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啊！露西儿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猫头鹰，聂哥哥的灵宠真乖巧啊！就在这时，血盟杀手按压走来，火尊者邀请聂先生前去赴宴。这次大会说白了就是为了引出你花无常准备的，毕竟你先天帝师脑中经略无数，可没想到这几百年一直被我们控制的小丫头居然脱离掌控。姚路两位姑娘当即大怒，原来就是你这坏蛋害得花奶奶母女分离数百年，乖乖受死！我们给你一个痛快。按压面色平静，你们是不是忽略了4大国使臣的存在了？他们要击杀你们，甚至不费吹灰之力，还请4位大人出手拿下这些狂徒。血盟保证遗迹里面的宝藏只取1成，其余9成全归4国所有。我见此并不着急，伸手抓住风姿女皇的手，将朝海珠坠放在她手里，你保管好这东西，我去会会那4个憨憨。话音刚落，那4国使臣瞬间出手，没想到被攻击的却是血盟按压。只见第9太傅缓缓走出，必成本座都不会给你们血盟，所有东西都由我九玄皇朝接管。我们见此也是一惊，4国使臣为什么会听命于他？我却看出了端倪。你们仔细看那几位使臣，行动完全没有精神气，似乎是被控制了。风姿女皇一语道破缘由，9大太傅每一位都身怀绝技，这第9太傅最喜欢隐藏实力，在敌人麻痹大意之时一击致命。闻言，我报了一句国粹，这不是老9，是老6吧？没想到这个老6直接动手，我挡在众人面前扛下了这一击。你们先躲开，我自己对付这个老6和他的4个傀儡。我话刚说完，就被4国使臣近身锁住了身体。不远处的众人脚下也出现了阵法，下一秒直接消失在了我眼前。看着自己老婆消失生死不明，哪个男人还能忍？体内灵气爆发，直接震开4国使臣。你个老阴笔，老子非扒了你的皮！这一边，万小芝正一脸殷勤地喂小毛驴吃着上等草料，我却从天而降，上去就抓住万小芝。其他人全被第9太傅掳走了，很可能去了先天皇室的古迹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？万小芝被我摇得晕头转向。玉山城西边50里。闻言，我不再迟疑，一手拎着万小芝，直接骑上小毛驴，给老子撒欢跑起来！而消失的众人被传送到了先天遗迹里面。第9太傅看着众人一脸兴奋，你们全部乖乖受死吧！说着直接开启瞳术，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黑，就沦陷在了幻境之中。原来第9太傅本有一双一瞳，平时需要灵力温养，这才导致他修为停滞不前。而这一瞳之术会让中招之人陷入梦中，无法主动从中脱困。若不解除瞳术，众人将永远困在梦中。多年不见的风姿女皇，只要杀死你，九玄皇朝再无后顾之忧。话音刚落，就被一掌击在胸口。原来风姿女皇并没有受到瞳术影响，我早就看穿你会使用瞳术，而且我有璞玉重瞳护体，你辛苦修炼的瞳术和修为现在归我了。只见第9太傅体内灵气全部涌向风姿女皇，片刻后，风姿女皇却口吐鲜血，轰然倒地。第9太傅狂喜，要吃下本座的功力，你还嫩了点，看你如此痛苦，本座于心不忍，就送你往生极乐，就此解脱吧。就在那刀即将落下时，我骑着小毛驴及时赶到，一拳捶在第9太傅的大脸上，直接将他钉在了墙里。众人也在一瞬间清醒过来，我连忙上前查看风姿女皇的伤势，本就旧伤未愈，又经过连番大战，现在吸纳了巨量灵气，若是再这样下去，这一身经脉和修为怕是要废了。我这次怕是无能为力了。花无常闻言若有所思，早年自己曾得到一本能够修复经脉的功法，或许能救下紫风姑娘。聂先生和紫风姑娘是道侣，要是聂先生习得此功法，或许能救治紫风姑娘。只是这本功法需要3修，我们被这虎狼之词吓了一跳。这剧本谁写的？给老子出来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花火儿诺诺的举起手，我可以，毕竟之前曾与聂先生双修过。这下轮到花无常不淡定，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老身希望你好好说明一下。随即叹了口气，救人要紧，老身也不在此问题上纠结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来。虽然之前已经和紫风姑娘那个，但是毕竟当时自己没有意识，现在换我主动，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呀。没想到花火儿却早已准备好，上次我们接触其实也是火的第一次，所以这次还请公子温柔一点。之前使用炉鼎阵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傀儡侍女上阵，没想到聂公子实力过于恐怖，这才不得已亲自上阵。我闻言是欲哭无泪啊，原来自己的第一次有一大半是交给了那些充气的娃娃们。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真诚地对他说道，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。现在我们要先救下子枫，片刻后我们已将开始3修，只是没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居然讨了2个媳妇，这不比原来的世界好多了。一天一夜后，风姿女皇缓缓睁开眼睛，只是眼前的一幕让她大惊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花火儿也在这里？片刻后，我们2人已经跪在地上交代着犯罪事实，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风姿女皇便不再计较，只能感慨自己老师这么黏还是那么的不着调。转头看向那巨大的门户也是震惊，想必里面应该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物吧。随即将手放在大门上，仔细感应，融进入门，大门自可破之。我看着打开的大门欣喜，这下可以开启寻宝之旅了。没想到万小芝此时打来视频电话，血盟高层已经知道玉山城的事，已经派出大军前来夺宝，好像叫朱山从子，还想借此来复活什么魔头。原来那朱山从子也是
是先天皇朝祖上传下来的4大秘宝之一，难道是要复活真正的弥天？想到这里，李风姿慌忙对我说道：“要是血盟真得到宝物复活魔头，只怕这天下会生灵涂炭。我们分头行事，你带着不悔和希儿先进入古迹寻找宝藏，我和花奶奶前往阻止血盟。事情紧急，紫风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等我们找到宝物，我会尽快和你会合。”就在我们进入古迹时，里面景象却让我们震惊。只见遗迹里面阳光普照，就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描述的一样。还没来得及欣赏美景，就有数只妖兽朝我们扑来。露西儿急忙发动岐黄软甲防御，小毛驴也有些心惊。陆丫头那点功力发动的岐黄软甲撑不了多久，主人快帮她输送点真气。我没有犹豫，双手放在露西儿后背就输送灵气。岐黄软甲在我的灵气支撑下瞬间发威，将那些妖兽全部击落。露西儿化身小迷妹，聂哥哥好厉害！我们的一顿操作被猫头鹰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是得小心一些，毕竟这里可是封印着那家伙的一部分。原来这里的某处封印着魔神弥天的一部分，此刻他正暗中觊觎我的身体，看来老天都在为本座鸣不平，将这具肉身送到本座面前助本座脱困。这边我们走了半天，除了树木再也没发现其他东西。说好的宝藏呢？刚说完，就有数只鸟人朝我们扑来，几位姑娘奋起反抗，姚不悔突然被一只鸟人击退，当即发动离合剑就要全力出手，我却瞬间冲到他前面。不悔姑娘，离合剑一出必然见血，你先等等，把他们交给我。说完一把抓住前面一只鸟人的手，直接怒摔到地上，接着抓住另一只鸟人，朝着大树撞去。小毛驴见我只用体术攻击，极为不解，主人，你为什么要手下留情呢？我一眼就看出端倪，将之全部敲晕之后，五花大绑了起来。两位姑娘见此极为不解，这些都是妖物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呀？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随手在储物空间中拿出一面镜子交给吕当奇，这面镜子可以破除妖法幻术，你们还是直接看结果吧。吕当奇上前将镜子照向那些鸟人，那些鸟人顷刻间变成了白花花的大妹子。看到这一幕，两位姑娘急忙上前解开绳索，嘴里还一直道着歉。为首的一名女子将我叫到一旁，弯腰拱手，多谢先生出手相救，不然我们必会因邪术继续迷失下去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摆了摆手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客气。我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道女生的惊呼声传来，我闻声急忙跑了回来，只见一名姑娘周身灵气环绕，之前的伤势竟然全部恢复了。姚不悔一脸震惊的喃喃自语，我只是不小心滴了一滴血在她身上，她不但伤势痊愈，而且修为似乎也提升不少。为首女子急忙抓住姚不悔的手腕，嗅了嗅手指上的伤口，下一秒那几位姑娘就朝着姚不悔齐齐跪下。补天一族见过皇嗣，我们乃先天皇族麾下万年前受皇命在此守卫封印在这里的魔头，且皇族先祖曾预言万年后会有一名皇嗣前来加固封印，我等不知皇嗣前来，还请赎罪。我和陆希儿站到姚不悔身前，能不能先把事情说清楚再拜呀？而且陆姑娘和她师姐一起长大，现在怎么就成皇嗣了？先天皇族的气血不但能助我们实力暴涨，更能为我们治疗伤势，这一点只有先天皇族直系血脉才能做到。闻言，陆希儿一脸震惊地看向自己的师姐，没想到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姐竟然是皇女，如今我们一族面临生死，还请皇嗣随我们往村庄一行。我微微看向姚不悔，姚不悔似乎还没平复好心情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皇族，既然他们需要我们帮忙，那我们还是过去看一眼吧。路上的姚不悔还在思考着这件事，师父只说过他是一名孤儿，却从未提及自己和皇族有关，而且先天4大秘宝只有皇族血脉可以驱使，而紫风姐姐却能取用先天秘宝，难道说她也是皇族之人，而且和自己还有血缘关系吗？另一边，被封印的弥天见到有先天皇族后裔来此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先大手一挥，丝丝魔气向着村庄而去。良久，我们来到一个村庄，刚一进村，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整个村子没有一个男人，全是女人。刚进村的我就被当成大熊猫围观了，却没想到我被这热情整得有点晕，直接就晕倒在了一个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却是一脸享受的邀请我晚上一起拔萝卜。带我们回村的女子见状，拉着我们就跑了。片刻后，我们来到一处房子前，村长，我们在巡视过程中遇到了贵客，现已将他们请来了村庄。按照皇族的预言，应该是皇嗣来了吧？进来尽快加固封印吧。姚不悔和我对视一眼，紧接着就进了房间。原来这村长也是风韵犹存。姚不悔盘膝坐下，将我们一路上的事情说给了村长。村长听后叹了口气，万年前皇族将一名魔头封印在此，让我族在此守护封印，同时留下敕命，每一任帝王登基之时要进入古迹，以自己的精血加固封印。加固封印需要凝几滴精血，恕在下不敬了。只见村长周身环绕魔气，一把匕首拿在手中，下一秒就朝着姚不悔刺去，却没想到那刀子当的一声被直接弹开，只见一面镜子慢慢浮现，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下一秒直接将村长弹飞了出去。我们听见动静，忙进屋查看，却只见屋顶出现一个大洞，哪里还有村长的身影？我上前拿起那面镜子，没想到这镜子居然会自动激活，那村长或许早就被魔头控制了。片刻后，我们在后山找到村长，那妹子有些自责，村长对皇嗣不利，还弄坏了先生的法器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把镜子拿到他面前，随手做出来的镜子而已，况且这镜子不是好好的吗？小毛驴在旁一脸得意的表示，主人做出来的镜子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损坏，那么点小小的划痕，放一会就自我修复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那村长魔气环绕，缓缓地站直了身子，嘴里还在嘶吼着，
先天皇族死！随即就朝我扑了过来，我钳住他的双手，同时说道：“你们准备好镜子，听我信号。”接着将他禁锢在我身前。就是现在，3位姑娘将镜子齐齐对着村长照了过去。只见村长身上的魔气在金光的照耀下慢慢消散，接着就昏倒在了我怀里。我们回到村子里，就将村里人全部召集在一起。姑娘们拿着镜子当起了安检员，将感染魔气的人全部隔离，单独处理。那妹子看着这一切有些不解，现在我们不是应该知道黄龙封印魔头吗？我细心的解释道：攘外必先安内，而且那魔头因为被封印，甚至无法恢复法力，他现在极有可能把会动用本就不多的法力来给我们制造麻烦。几位姑娘听了我的解释，也是恍然大悟。此时村长也在搀扶下走了过来。我刚才差点伤害黄四，心中有愧，特前来向黄四请罪。你之前也是中了招，别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村长一听也是欣喜，当即表示设宴给我们接风。晚上我一身疲惫的瘫倒在床上，就刚才那宴会，自己根本没办法放松好吗？小姐姐们简直是太热情了，不能再胡思乱想了。明天还要和魔王掰手腕呢，得赶紧睡觉养足精神。就在我刚要睡着时，房门却被打开了，姚不悔直接扑在了我怀里，将我当成了大号抱枕。我心里苦啊，这姿势的杀伤力，哪个男人顶得住啊？最后理智终于战胜了兽性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推开。姚不悔却也因此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地看清状况后，瞬间跳下床，捂着发红的脸就向着门外冲去。我坐在床上叹了口气，遇到这么刺激的事情，现在更睡不着了。突然我就想到了什么，悄咪咪地找到小毛驴，一脸猥琐地对小毛驴说道：“我这里有点事情要你帮忙，快点跟我回房间吧。”小毛驴被我猥琐的样子搞得有点想入非非，难道主人因为主母不在身边，忍不住了，要和自己那什么吗？原来封印着上古魔神的地方出现变故，平地升起一座城堡，里面魔气环绕。我们一行人决定前去探探情况。我看着地面魔气化成的藤蔓甚是古怪，当即拿出昨天奋斗一晚才鼓捣出来的法宝，自己随手带上一个，其余的向后一丢。这些东西看似复杂，但要找到它们的节点，并将之截断，它们就会自行溃散。说着我就将手中的石头用力丢出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那些藤蔓就马上枯萎。小毛驴一边将法宝分发给众人，一边吐槽：“昨晚主人把我从马厩里拖走，就是为了让我陪他整理这些法宝，你们可不要弄坏了呀！”姚不悔将信将疑的带上一个，随后向着法宝灌输灵力，下一秒就看到前方出现无数光点。我微微一笑，既然能看穿这里的玄妙，我们就别浪费时间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话音刚落，姚不悔已经提着离合剑冲了出去，露西尔也不甘示弱，紧随其后。村长更是彪悍，手中巨斧被他用得虎虎生风。仅片刻，我们将周围的藤蔓全部清理干净。封印里的弥天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既然他们敢来找本座麻烦，肯定有独特本领在身，看来普通的小把戏恐怕讨不到便宜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出场和对面玩玩吧。这边自从我们一行人进入城中后，连一个陷阱或者妖兽都没遇到，估计是攒着放大招呢。姚不悔转头看向村长，我看这里的建筑这么雄伟，这里的前身难道是什么大宗门不成？其实这里是先天一族的发迹之地。据古籍记载，当年先天一族凌驾整个大陆，忽然一日，一个魔头降临，先天一族为了诛魔倾巢而出，奈何魔头实力强大，最终先天一族以秘宝为阵眼，整个旧都为镇才将之封印。经此一役，先天一族元气大伤，不得已收缩势力，原本号令整片大陆的先天一族变成了先天皇族。就在这时，小毛驴听见神秘声音，一道洪水从天而降，我也被吓了一跳。看这规模，肯定是魔头给我们准备的大招。露西尔马上发动七皇软甲，却因为境界太低，需要大家传功给他。不过聂哥哥，你先等等，毕竟你的灵力强的有点让人上火。只见七皇软甲瞬间激活，挡下了这一击，却没想到那洪水化成拳头，猛击七皇软甲。众妹子一惊，眼看是撑不住，我抱着4个妹子跃至半空，齐齐落在城墙之上。这水凶的有点过了吧？估计是魔头设置的什么阵法。下一刻，几道冲天水柱拔地而起，慢慢汇聚成一条5头大蛇。村长一眼认出，这是魔头当年的坐骑柳相。我看着这大蛇跃跃欲试，卖相不错，正好拿来练练手。今天不是你送我回原来世界，就是我送你去西天。说着就一拳砸了过去，没想到却砸了个寂灭。那大蛇是水状态，被打散了还可以复原，这他娘的不公平吗？魔头见状心情大好，随即在众人身后凝聚一把杀剑，对着姚不悔就射了出去。小毛驴灵觉敏锐，一把推开姚不悔，自己却被那杀剑洞穿身体。我看到这样一幕大怒，这个老阴笔，小毛驴可是陪了自己100年了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老子弄死你！我周身灵气翻涌，震开那大蛇，飞身来到小毛驴身边，一边输送灵气维持伤势，一边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就帮他止血。只见小毛驴浑身气势大涨，身体慢慢浮于空中，饕餮现身，吞天食地，那化形的大蛇全部向着小毛驴的嘴里而去。村长转头一脸震惊地看向我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，居然能收饕餮当坐骑？只见小毛驴化身成一个穿着古装的长发妹子，打着饱嗝缓缓落下，好难吃的魔气，但是吃得好饱。我见状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可是主人你的坐骑，怎么可能抛下主人自己死掉呢？多亏刚才吃下的魔气，我能感应到魔气就在地底深处。话音刚落，直接现出饕餮真身，只是这有一点萌萌哒。待我们做好，吕当奇对着地底就是卡一顿挖，我则是陷入了沉思。穿越到这里100年，不但莫名其妙的变强了，就连宠物都是上古凶兽。按照这剧情走向，自己前世不会是什么修仙大佬吧？不过清楚我身份的就只有那只傻鸟。等下次见面，我非得让他说出真相，要不就把他薅秃。藏在某处的猫头鹰打喷嚏，这感觉应该是主人念叨我，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片刻后，我们来到一座大门前，主人，我闻到了
那个小垃圾的味道。就在这扇门后边，我没有犹豫，当即来到门前。我们现在就会这个魔头吧？村长在后边大惊，那门凝聚了当年先天一族100位高手的法力，随意开门必会遭到反噬，相当于硬抗100位顶级强者的一击。只是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打开了那扇门，没想到这里封印的却只是魔神的一股氛围，二话不说直接向我袭杀而来。我也不慌，气沉丹田，做好攻击准备。2个拳头接触的瞬间，一股气浪向着四面八方扩散，轰的一声，那魔神分身直接炸开。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随行的村长一把搂进怀里，为了感谢我，非要给我一点福利。就在我快窒息时，才一把放开我回头看了一眼封印，既然魔头已经伏诛，还是赶紧拿了宝物离开吧。没想到的是，那魔头却暗中留了一缕分魂，为自己制造了一线生机。就在他想悄悄溜走时，却被一口大锅扣住。就你这个老六还想跑？这个锅你背定了，留着你正好可以给驴子姐当备用口粮。吕当奇闻言高兴的不要的，随即我们众人骑上吕当奇就离开了地下空间，先回到村子休整一会，就去和紫风姑娘他们会合。让刚回到村子的我没想到的是，村子里的女人热情的有些过火了。村长见状一声怒喝：聂先生好不容易消灭魔头，你们还来骚扰他，全部给我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归大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向村长道谢，却没想到下一秒竟自己扑到我怀里，不如带奴家一同离开，见识一下外界的世俗变迁吧。其余村民可不干了，聂先生是大家的，村长你以权谋私，我们100个不答应。我有些晕晕的，怎么以前没发现自己这么受欢迎呢？就在这时，我的女皇老婆发来信息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有点想你。万小芝突然上前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打情骂俏？官人，我们遇到大麻烦了，赶紧来救命啊！我们已经被先天血盟的武魔包围了。我一听这还得了，老婆你先和他们周旋伺机脱身，我现在就过去助你。风姿女皇却大吼着：不需要，你只管保护好不悔就行。言罢就挂断了通信。我也是心急的不行，转头看向吕当奇，驴子姐麻烦你送我一程。吕当奇当即现出本体，放心吧主人，这点路程一会就到了。画面这边，武魔已经发动了攻击，李风姿等人一边闪躲，一边寻找对策，打算逐一击破。花无常发动自己成名绝技漫天花雨，扰乱武魔阵型。花火儿趁机对付武魔中实力最弱的一人，李风姿也是闪现到一魔身后，打算一招解决一个，下一秒自己却被击飞。花无常母女见状，连忙瞬移到他身边搀扶。攻击他的原来是血盟的4神，没想到血盟为了除掉他们，竟然直接出动这么多高手。现在形势不利，我们找机会撤。花无常却燃烧自身修为，激发灵气，打算自己一个人拖住他们。李风姿也不是优柔寡断之人，当即拉着花火儿就走。4神武魔见状，全部攻杀上前，本打算追击李风姿的武魔却被一片迷雾阻挡，原来是藏在一边的万小芝，一脸愤愤不平的吐槽着，以为姑奶奶修为低就可以被忽视吗？这可是老娘祖传的迷雾，专迷高阶修者。画面另一边，花火儿正心系着自己母亲的安全，为什么你会让母亲自己断后？4神的实力可都是实花呀，要是我们不及时离开，那我们一个都跑不了，要是我们都被擒了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就在此时，万小芝从地底钻了出来，先别吵吵了，我用土遁先带你们离开，等官人来了，什么4神经武魔症都是弟弟。只是话音刚落，武魔就来了，花火儿提剑就打算拼命，李风姿却在这时突然痛苦的跪坐在地上，下一秒全身灵气激荡，气势猛然激增，却是在这个时候突破到了2股境界。只见他伸手一抓，那灵气就在空中化形成为一只大手，将那武魔齐齐握住。万小芝将武魔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，我们要怎么处置他们？趴在地上的一魔冷笑，别以为击败了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，别忘了花无常一个人拖住4神。话还没说完，花火儿上去就是一脚，我现在就带着你们换回我的母亲，我就算死也拉一个点背的。话音刚落，向着李风姿击射而去，却突然被一个大爪子拍在地上，紧接着一张大嘴猛地一吸，那武魔身体内的灵气全部离体而出，原来是化身本体饕餮的吕当奇。只见他舔了舔嘴，味道不错，就是量小了点。我连忙从小毛驴身上跳下，上前关心着自己的女皇老婆，却没想到小毛驴瞬间化成人形扑到我怀里。主人，我的速度可以吧？快夸我！这一幕被李风姿看在眼里，下一秒腰间的软肉就遭了殃，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，就被捂住了嘴。你可以啊，刚分开1天，就给我又找了个妹妹回来。接下来就是我被家暴中无力的解释，被打成猪头的我给老婆捶着背，姚不悔上前将得到的紫宝润玉交到李风姿手中。等事情结束，姐姐你和我说说家里的事情吧。看来姚不悔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世之谜了吗？花无常这边正在遭受着酷刑，但他就是宁死不屈服。就在打算加大用刑力度时，被一个视频通话打断，原来是九玄皇朝的第4太傅。传闻9大太傅杀伐果断，怎么有空发来视频呢？4大国对我们都抱有成见，如今正在密谋将我等一同剿灭，我们合不合作？到时候整个大陆我们平分掌控。那女人闻言提议不错，我要禀报日月2省，明日给你答复。